这个虾仁刚穿越就被一个死太监扛着去上朝，离谱的是满朝文武竟对其翘首以盼，皇上更是亲自迎接。官家，虾神仙来了，走你！虾神仙免礼，有虾情在，金贼休矣！快请虾神仙移步城外，召唤天兵御敌。虾仁的前身本是一个在大明湖畔街头卖艺的神棍，可大明的虾仁不是太子就是皇孙，他实在是太想进入，机缘巧合之下竟成了北宋国防部长孙富的座上宾，而孙富又把虾仁当作九修得道的陆地神仙，一口咬定虾仁会仙法，更是在朝堂上力推虾仁。搞笑的是，皇帝竟然信了。我尼玛什么鬼？召唤天兵，我也不会啊！官家，兵家大事岂能寄于鬼神戏法？这等荒谬之事，断不可取。哼！书叶相公，你是要误我大宋吗？这个就是张书叶将军吧？书叶相公真是大救星啊！现在属于战时，若是开城门做法，只会被金军铁骑踩踏如泥，再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汴梁之战的落幕，那可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靖康之耻啊！皇室宗亲、地基宫女、官员士大夫皆被金人驱谕北上，皇后贵妃更是惨遭奸凌，至此大宋风骨荡然无存，汉家儿郎如断脊之犬，此乃汉家之悲呀！金军势大，当务之急应备战御敌，以待秦王之师。俏泥娃，达子还未南下时，你就跟朕说各路秦王军队马上到，这特喵的1个月了，人家大军压境，都点名道姓要带朕去东北过大年了，朕得秦王之师还特么在赶路，朕还等得起吗？孙清，你意如何？官家，虾大师精修6甲神兵，可搬山倒海，摧城降妖，足堪大任。孙清所言正合朕意，郭大师，快去施法吧！退敌之后，朕封你为护国帝师，赏1000金。饼画的这么大有毛用啊！我说我不会仙法，陛下能原谅我吗？哎，当务之急先想办法活下去再说吧。陛下，草民今日不能施法。俏泥娃，气氛都渲染到这了，你跟朕讲你不能施法，莫非郭大师不愿助阵？陛下，今天是腊月23，明天称为交年，逆天施法，恐殃及朝运啊！古代君王信笃君权天授，以天子自称，你敢违背天命吗？这下可以保住小命了吧？司天监，他说的对吗？回禀官家，今日确实是交年。我特么麻了呀！为啥北方打子不讲究这些？如今让你请个神，还特么得看皇历。到那时朕已经住上5星级厕所了，还要你做法何用啊？骗子！都特么是骗子，耳识我路，竟敢诓朕！张书叶欺君之罪，该如何处置？回陛下，按律当斩。卧槽，张书叶可是个狠人，这家伙荡梁山平方腊，杀人如杀鸡一样，栽在他手里可就死定了呀！还是先想办法缓一缓吧。陛下息怒，草民愿以身殉天，施法退敌。瞧瞧，强逼一把，全是办法。你们以为朕只会书法？朕认真起来，治国育人，那也是手拿把掐。说吧，如何退敌？举灯坛祈福3日，消除反噬，护佑我大宋国运昌盛。准了，张书叶，这3日劳你照顾大师。臣领旨，3日后时辰一到，老子就砍了你这江湖术士，以振军心。童太尉，朕听说金使送来岁贡名录了。官家，完颜宗翰的意思是，要想不打仗也可以，需缴黄金10万两，白银300万两，另遣1位亲王、2位地基以及宰相、太尉同为质。准了。官家，你确定吗？金人要金要银都没关系，要亲王地基也无妨。关键是点名要我去当人质啊！我可是平定方腊、梁山叛乱的功臣啊！若朝中没我同贯，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童太尉，你速给金人回表，告诉他们所需名录3日后奉上。陛下的套路是没有问题，故意稳住金人，给虾仁争取时间。可他一个跳大神的施法退敌，这扯的是哪门子蛋？别人信不信无所谓，我童贯反正是不信，也绝不能让陛下信。张书叶也太狠了，这明显不给活路啊！大师，郭大师，大人，您怎么来了？这又不是后宫，他张书叶更非陛下，岂能拦我？大师饿了，刚出锅的芝麻饼热乎着呢。嘿嘿，多谢大人。水，喝点水。咋样，大师胜算几何？为什么要在吃饭的时候聊这种不开心的话题？不过孙父能来，真是万幸，有保命办法了。大人，我能下去吗？自然是能，不过你不能离开督军府，毕竟这是陛下的旨意。大人真想助我，且帮我筹集一些物资，再到大明湖畔帮我联系一个故人。大师要的可都是法器呀！大师终于要做法了，大宋仙法必将威震九州，令金兵胆寒。官家，祸事了！守御史李刚带着守城将领们来逼宫了，礼部尚书、户部尚书跟工部也多有人参与。什么？朕没听错吧？群臣不让朕当皇帝了？他们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吗？混账！朕铁骨铮铮，奈何遇人不淑？堂上皆为碌碌鼠辈，奸诈佞臣，去给朕传同太尉。官家，太尉也在殿外跪着。
他一直在吗？半个时辰前过来的，还有康王殿下。这是闹啥？童贯是朕的心腹，对朕忠心耿耿，难道也要逼宫不成？去喊童贯进来。官家，臣救驾来迟。道夫何为？官家，臣斗胆官家禅位。放肆！官家糊涂啊！那虾人是什么牛马？他如何抵得了10万铁骑？我们的国防部长孙尚书举荐，岂能有假？哼！童爱卿也成李纲说客不成？官家，臣与李纲势不两立，臣只想知道，虾人挡不住金军，陛下真要给金人岁贡？当然，朕的大宋富有四海。放你娘的狗臭屁！陛下，金人狼子野心，给他们金银便是示弱，只会养大他们的胃口。倘若他们强攻呢？爱卿可有万全之策？有啊，陛下，如今汴梁危如累卵，金人破城指日可待。陛下若禅位，便无需背负与江山社稷共存亡的使命。官家，金陵地大物博，臣的门生技师遍布金陵，何不收拾金银细软，去金陵避祸？童贯此计堪称绝妙啊！朕禅位给自己儿子，金人打汴梁，那就是当今陛下的事，与我太上皇何干？反之，若是新皇帝侥幸击败金军的话，那自己再回来重新掌权，太棒了！马怀，快将朕的龙袍给我儿送去。大冷天的，也不注意添个衣裳。童爱卿，速去国库将金银细软全都带上。我们现在立刻马上去江南，不能给我儿添麻烦。钱财珍馐，一死而已。勿以此生为要，欲以天下之己，平讨虾人。今日请金军赴死，北宫助我。这大概是史上最坑爹的父子2人。敌人大军压境，皇上不思抗敌，却为了去江南泡妞，把皇位硬塞给了自己的儿子。太子不继位是想抗旨吗？请父皇收回成命，儿臣绝不当皇上啊！山河破碎，皇帝要与江山社稷共存亡，这锅我不背啊！朕铁骨铮铮，岂能收回成命？逆子今日必须继位登基。什么情况？金军投降了？嗨，臭道士，太上皇昨晚卷款跑路了，那是新皇登基，现在年号是靖康，皇上正大赦天下呢。卧槽，啥情况？宋徽宗卷款跑路了，现在赵桓登基。哎，算了，徽钦父子这坑比2人组宋末常规剧本罢了。不过这大赦天下，那我和宋徽宗的3日之约是不是就可以解除了？圣旨到，朕即大位，国祚开泰，授虾人为破虏将军，即日施法，退城外金军，护我破碎山河。钦此。大师，接旨吧。哼，臭妖道，今日便是你的死期。草率了，赵桓害我啊！大师，走吧，本将陪你上城御敌。我要见孙尚书。我是破虏将军，尔等何为？我要见孙父，我的法器何在？我们老赵家哪来的黄袍加身的好传统？如今黄袍虽在身，可惜还是太子心啊！陛下，虾神先上城御敌了。若没有你这妖道蛊惑父皇，搞魔法攻击，汴京守备军怎么会逼宫？父皇怎么会禅位？我又怎么会被架上这皇位等死？备马去外城，朕要看看他怎么死！哎呀妈呀，那就是金军！大师，施法吧。剑来，孙尚书呢？回大师的话，老爷在水门。我所要之物可都带来。大师叮嘱之物，老爷已全部筹备妥当。施法切莫大意，我得去检查一番。不必了，让他一时半刻无妨。牛都喂饱了吗？师兄，都好了，每头牛10斤黄豆。切不可出现意外，否则我就……你死了才好呢。虾神仙，您不亲自实操吗？操，当然是我操。那他是？他啊，是我坑认来的师妹打下手的。小飞棍来呢！傻瓜！快看，那是皇帝陛下，皇帝亲自来督战了。儿郎们，我们要和金人决一死战。我大宋武德充沛啊，有此民心，何愁金贼不败？快传太医！虾神仙，做法吧。再等等，贫道祈福之时补了一卦，若做法成功，朝运反噬是必然。不过也有解法。如何可解？需一个名叫秦桧的文台郎献计，如此可化解朝运反噬。佑我大宋，国祚永昌，这把可是必死局啊！要是施法失败，那是必死无疑，怎么也得拉个垫背的。击中，你意如何？一个芝麻大的官职，还是一个文官，能为国捐躯是他的荣幸。大人，我觉得可行。死人我哪个是秦桧？跟我们走一趟。
别看你压的神神叨叨，跳的欢，待哈都身首异处，脑袋直接落在城外，信不信？保卫汴梁还得靠我们。那是何人？想做什么？将军快看，宋人开城门了。不急，按兵不动。钱财珍馐，一死而已。吾以此生为要，欲以天下之急，平道虾仁。今日，请金军赴死，北宫助我。莫非这虾仁真有道行？我猜虾仁在水门筹备青牛，已在冲阵。此等雕虫小技，对付步兵尚可，遇上重器，焉能破底？将军，宋人何为？混混，雕虫小技，众军无惧，优势在我。将军牛啊！废话，本将军乃元帅麾下第一先锋，此番南下攻朔方，拖太严，屡战屡捷，自然是牛。将军快看，是牛！还以为宋军有什么杀手锏，没想到给咱宋菜来了。拦截，列阵拦截。休得惊慌，不过是火牛阵而已。莫不是杀孽太多，惊扰了中原的神仙，遭到天谴了？哼！纵使中原有护国神鸟，本将有大刀在手，又何惧灾？若能一斩神鸟，无便为朕所停，名动天下。大人，今人军心已溃，此时若遣一支劲旅趁机杀出，必令敌军溃散。善，大善，大师先发，果然威震天下。大师，我等都气杀你了，你待如何？有道是装逼装全套，再表演个烟遁跑路，就当给你们加红发活吧。大家杀敌，我岂能落后？宁府听啊！大神，真乃圣人的，兄弟们冲啊！将他们冲散，俺知道该怎么。将军过好，敌军火牛阵气势威猛，那宋军将领黄叔夜趁机杀出。所到之处，人马俱碎，将士们死伤无数，兄弟们顶不住了呀！又是张叔夜，若不是他支援汴京，我等早已攻破都城。我去会会他。拿命来！胜了，太好了！金人败退，金人痛了。夏雨荷，这烟雾弹你偷工减料了吗？烟雾不够纯，也不够柔顺，甚至有点呛嗓子。我发现你很难伺候，哎，我严格按照孙大人转交给我的方子制作的，白糖辅以盐食，拌了硝粉跟磷粉。钱呢？什么钱？耶，我都练好了。云烟筒60个，采购成本600两，手艺费30两；白磷粉30斤，采购成本800两，手艺费50两；神仙锁一次300两。供水啊！夏雨荷，你特么太过分了吧！师兄跟你心连心，你跟师兄玩脑筋，分水你都算钱。别介，这可是手艺活，一般人还嫌脏呢。人家现在身上还一股馊味呢。得，记账上。行哦，师兄，要不咱们再回顾一下你这几年在我这欠的银子。不可，万万不可！这个账本虾仁是十分抵触。前身活着的时候，算是汴京城内最大的老赖。师兄，确认一下，我怕你赖账。别怕，待会你再施个神仙锁，送我上去，有人会替我们买单的。这把我们报复。恭喜陛下，贺喜陛下！陛下御驾亲征，我朝大捷。朕似乎听到了百姓的呼唤与拥戴，快扶朕起来！朕是来给虾仁落井下石，顺便监斩的呀！怎么就变成御驾亲征了？怎么就万岁万岁万万岁了？赢了，真的赢了！朕没看错吧？那是我朝军队。哦，没错，朕看到了书夜相公，朕的兵部尚书孙富也在，李纲也在。好，由此抗金悍将，朕的江山还能再做一做。哎，文台郎秦桧怎么被人绑起来了？虾仁呢？虾仁何在？陛下，贫道来了。大师配享太妙啊！朕的大宋万万年。亚父，刚才陛下说了什么？没听清，臣等真的没听清啊！危急关头，亲爹卷款跑路，给我丢个烂摊子，是谁救了我？又是谁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喊一声亚父怎么了？瞧瞧你们没出息的样子，这都什么表情？朕要不是没我那死老爹脸皮厚，我就喊亲爹了。怎么回事？有人骂朕，也不知道虾神仙有没有退敌，金人有没有攻入开封？堕落，朕堕落了呀！在美姬怀中，竟想这些杀风景的事，以后可不能这样了。反正告诉我就算了，想这老神子做啥？亚父扶江山于威王，就设计于垂危，以神功退灭金贼，实乃大宋之镇国天师。此功之高，莫说朕喊一声亚父，纵然天下人都喊一声又如何？
师傅、师兄、师姐们，你们听到了吗？道爷我成了，道爷我成了！大宋皇帝竟开口喊我亚父，大宋皇帝封我为国师了，陛下言重了。身为修道之人，肩负天下安危，贫道怎能明知国运遇险而袖手旁观呢？虽此一战，贫道功力损耗大半，甚至日后还要遭受反噬，但那又如何？贫道能不管吗？为了大宋江山，贫道就是一死又何妨？大元，昨天我是不是对大师太凶了？陛下，虾神仙大义，为国牺牲颇多，绝不能让功臣寒心呐！臣请奏为虾大师犒赏加封，以示皇恩浩荡。准了，准了！啥？就同意了？陛下，你起码迟钝了几秒啊！想一下封什么也好，给我个表现的机会啊！说一下自己是顶着多大的压力举荐的虾仁，又遭受了多少白眼，这我的功劳还没说就准了？那我咋办？不行，我的功劳绝不撒手。陛下，臣以为之前辱骂虾大师的人都应该给大师道歉。准了。臣还以为陛下应下旨为虾大师证明。准，都准了。传旨，封虾仁为护国天师，特赐银针冠为天师。好不容易打了一场胜仗，赵桓在被坑爹的老子卷光国库后，自掏腰包举办了庆功宴，大肆演讲，着重表扬了虾仁和张叔夜等有功之臣。总之，不要钱的好话说的天花乱坠，不要钱的名号酷酷的加封，而要钱的是那是只字不提，这让虾仁很是郁闷。谁能想到都来大宋当上国师了，还要看人画大饼，果然资本家都是提起裤子不认账的主。薛怀恩，国师应该是施法累了，用朕的龙面送国师回府。国师神功广大，法力无边，这次退敌全靠有您。公公这是给您的一点孝敬，日后您飞黄腾达，还要多保佑保佑奴婢。什么话？拿回去！贫道是那种人吗？不，奴婢说错了，这是奴婢给天师府添的香油钱孝敬三清，请国师代为转达。公公面相不错，未来可期。果真？不信贫道钱拿回去。瞧国师这话说的，您金口直断。奴婢就是不信自己是娘生的，也相信国师的本事。奴婢只是太激动了，这点东西还请国师不要嫌弃，都是奴婢一点心意。孝敬三清，孝敬三清。人呢？本天师回来了，还不速来迎接？别喊了，我看过了，一个人都没有，还以为皇帝真被你忽悠住，没想到就给了个空壳子。啥？空壳子？那不重要，师兄这次收获颇丰吧？咱们是不是该清账了？哎呀，贫道今日有点累了，先睡，有事明天说，麻烦关一下灯，谢谢。你给我站住！上午说下午，下午说晚上，今晚不清账，我让你明天下不来床。高庆义啊，高庆义，你让本将军怎么说你是好呢？自我军攻宋以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结果到你这就给本将军丢了这么大的人，3000女真前锋就回来这么几个人。将军，这能赖我吗？实乃对方开挂，我能和张叔夜五五开，以算万幸。对，能活着回来，我就是五五开。将军，非卑职作战不利，实乃那大宋有些人必要，以护国神牛应战，所过之处，天雷滚滚，人马俱碎，使我党措手不及啊！果真如此。大宋都弱成啥样了？就宋皇那种昏庸货色，还能得到神仙庇佑？凭什么？神仙是没长脑子吧？听说宋朝临阵换了皇帝。根据可靠消息，宋朝老皇帝赵佶已经带着心腹童贯跑路了。现如今宋朝是赵桓小儿登基为帝。真新鲜的，听说过临阵换将，还没听说过临阵换皇帝的。临阵换将都是动摇军心的大忌，况且换皇帝，依我看，宋朝这国运也算到头了。去，派人给赵桓小回书，就说同意和他们议和。不过议和前是要对方派出一位亲王，一位宰相，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宋方神人叫什么来着？虾仁。就是他，让他也过来。本将军倒是要亲眼看看，那家伙是不是真的有你们说的那么神。我俏你瓦，何方妖孽，竟敢夜扰贫道！哎呦，大师，不必紧张，是本县皇甫。真不愧是高人，这一脚丫子差点没让老夫就地飞升。原来是王相，深夜潜入贫道房间，不知意欲何为？呵呵，本相听孙尚书说，大师有通天彻地之能，不知大师可算出我今夜冒昧来寻的原因？谁丫的知道？你个老逼灯，大半夜跑我房间干什么？垂涎本家美色吗？13得3，14得4，25 15，35 47。这货莫不是北宋6贼之中的宰相王府，覆灭北宋的元凶之一，也是朝廷中跳的最厉害的主和派领袖。老贼，刚刚贫道怎么没一脚丫子踹死你？贫道掐指一算，王相今夜造访，其意应在议和吧？别说，你还真别说，
这大师的确有点东西，自己什么都没说，就算到了自己的目的，看来不是吹牛皮，是真牛皮呀！其实本相并非为自己而来，而是为大宋百姓，也是为大师考虑。王相此言何意？敢问大师，可还能再施神通否？恐有反事，暂时不能。城外10里有完颜宗汉10万大军，今日一战虽胜，但必定会激怒对方，大举进攻。届时若无大师神通助阵，我大宋将如何自保？如今陛下对大师深信不疑，只要大师说一句议和，陛下必然会听。只要议和，所有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大师也不必再消耗神通，担心反噬。你别说，还真别说，这老贼说的还真有几分道理。不愧是靠着口才连升8级的宰相，为了保住自己的那些荣华富贵，死的都给他说成活的。王相来意，贫道已然知晓。若无其他事由，这寒堂就不留王相过夜了。钱都没有，大晚上陪你干聊了这么多，再聊可就不礼貌了。不对，这老东西本来就不礼貌，哪有求人办事不送礼的？大师深夜造访实属冒昧，一点香油钱不成敬意，还望大师不要推脱。哎呀，王相客气了，放心，议和之事已有定数，议和乃是天命，凡人不可抗衡。臣等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还别说，站在下面和坐在上面感觉就是不一样。瞧瞧这帮大臣，等等，不对，朕的亚父，朕最信任的国师呢？国师何在？回禀陛下，按照祖宗规矩，国师无权上朝议政。来人，抬朕的步辇去请国师上朝。陛下，这与理不合。朕是天子，朕的旨意就是朕不，朕就要国师。赵桓现在觉得这帮旧臣没一个值得信，唯有国师才能让他心安。谁敢阻拦国师上朝，那就是他的敌人。其实不用赵桓说，宰相王府和守御史李纲等就把那人喷下去了，因为他们都觉得虾仁是和自己站一队。谁呀？烦死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人家明天还要上班呢。叫吧，今天就是叫破喉咙也没人会应。国师，奴婢奉陛下之命，有请国师前去上朝。上朝？请我上朝？不是我一个神棍，让我上朝能干嘛？马德真是劳碌命。陛下，国师来了。亚父，亚父，你可算来了。来人，给国师在此处赐座。多谢陛下。陛下，金国来信，请陛下派使臣前往金营共谈议和之事。陛下，臣以为金人并非不可战胜，无需与他们议和。如今我大宋有国师庇佑，国运昌隆。昨日首战告捷，我大宋军队军心振奋，且秦王军队已在路上。届时两军会合，定可内外包抄金人，全歼敌酋与城外。陛下，臣也请战，无需议和。陛下，臣以为如今并非与金人开战之机，我大宋多次征战剿匪，国库空虚，再战只是劳民伤财。臣也以为应该与金人议和，让我大宋休养生息，以图来日之辉。你放屁！你所谓的议和是什么？还不是给钱给地，钱以养贼。我大宋如何休养生息？陛下，万不可听信小人谗言养虎为话。我大宋不能再宋了呀！有辱斯文，你这莽夫治国之道而可知。够了，尔等有这精力，何不战场杀敌？亚父怎么看？陛下，贫道以为无论是战是和，都应先内部统一，唯有我等上下一心，才可万事皆顺。亚父所言极是，朕也是这么想。快说，快说。然后呢？陛下，国师神通广大，算无一策，是战是和，不如让国师以国运算之。若是国师算出来应当一战，我等便不再多言。300两窝，昨夜咱俩可是达成共识了。国师助我啊！这突然我就这么牛逼了？陛下，贫道昨日夜观星象，果真发现些许天机。哦，是何天机？亚父请讲。天机不可泄露，贫道只能告陛下一人知晓。亚父随朕去测殿，亚父能骗朕？那断然不能，不信亚父还能信谁？信那个坑儿子的老爹，信不了一点。亚父，天机是什么？应战还是应和？回陛下，昨夜贫道见紫微星光芒正盛，却突然被六贼星冲获，遮掩光芒。贫道以为六贼星不除，必会影响陛下之气运。六贼星，怪不得朕这皇帝做的这么艰难，原来是有贼星破坏。亚父，六贼星可有应召之人？有，但贫道却是不可说，这个只能陛下自行领悟。妈呀，这可真不兴说啊！说出来，万一你没搞定，泄露了风声，最后背锅的可就是本虾了。主要穿越前历史也没学好啊，只知道宋钦宗诛六贼，我也不记得是哪6个啊。说错了，不就完犊子了吗？这亚父，你说谁咱就杀谁呗，这不能说。让朕咋整？陛下可仔细想想，六贼身上都有祸国之兆，是何人陷陛下于如今之境地？是何人使得国库空虚？
又是何人处处制衡陛下？这题我会，是我那坑儿子的老爹。罢了，既然陛下实在想不明白，那贫道就再助陛下一马。亚父，如何？可算得出六贼是何人？亚父，这是何意？陛下请看，这就是天意，5根手指，唯此最长。正所谓长者无极，比大更大的，那这就是个太字。贫道看来，天机就在太字上面。哦，此言何解？太字何解？还请亚父明示。贫道昨日为国运逆天而行，已遭受反噬，今日又再次泄露天机。若是把话说得更明白，只怕会遭遇不测。不过陛下大可放心，很快你就会知晓。届时陛下只管放手去做，只要有贫道在，必保陛下江山永固，国运昌隆。早知道会穿越大宋，我肯定就熟读宋史了啊！就知道是一个太学生联合多人向宋钦宗上书罢免六贼，至于是谁，我也不知道啊。亚父，你就看我怎么大展拳脚吧。昨夜咱俩约定好的事情办妥了吧？放心，一切尽在掌控之中。就你们这些莽夫还想开战？只要有我在，就休想跟我斗。我已经搞定国事，一帮脑袋大胳膊粗的家伙，凭什么跟我斗？陛下，宗庙社稷，朝堂百官，天下万民都在都城，整个大宋城池，还有比都城更坚固的吗？切不可有畏战先怯，轻视都城之力啊！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而今进兵围城，我等身为臣子，首先要保证陛下之安危，而非逞一时意气，陷陛下于危难之中。哼，阁下的确能言善辩，但若是使出道德绑架，阁下又该如何应对？我想议和保住荣华富贵，可我不从自己身上开口，我从皇帝立场出发，你答应不答应？到底还是我技高一筹。若是应战，你们何人可为主将？陛下，贫道看李相公虽是书生之相，却有武曲星入命，若李相公为将，此战可胜。既如此，朕就封李刚为尚书右丞，总领汴京防务，主管一切对京作战事宜。怎么回事？昨夜咱俩可不是这么说的，怎么陛下就答应要打了呢？你对得起我昨夜的付出吗？提起裤子不认人是吧？说好的信任呢？你瞎人可真行啊！我都没怪你昨夜差点弄断我的腰，还给了你300两银子，结果你就是这么对我，不仅不帮我，还背刺我。既然你无情，就休怪我无义，看我不弄死你！陛下，陈太学生陈东要弹劾蔡京、童贯、王府、梁师成、李彦、朱洞六贼，他们私结党羽，贪污腐败，遮拦朝政，祸害百姓。太学生，他说他是太学生，亚父果然算无一策，诚不欺我。亚父说有六贼，果然有六贼。亚父说天机在太字上，太学生陈东就站了出来，这不是未卜先知是什么？以后紧抱亚父大腿，我看谁还敢欺负我。准奏。这就准奏了，我这背了一晚上的劝诫文还没说呢。陛下，臣冤枉，陈东此贼，胡说八道，陷害忠良。臣对陛下之忠心，天地可见，请陛下明察，万不可听信小人谗言呐。陛下，臣等一心为公，绝无藏私，更无结党营私之事。陈东此言皆因私心报复，恳请陛下重惩此贼。一心为公，王府，你真以为朕什么都不清楚？可任由尔等糊弄，金贼南下，你身居相位，不思保家卫国，反而畏金如虎，不战而怯。大宋气节都是被你等这种贼囚给带头败坏。王府谗言媚上，结党营私，罪无可恕。来人，摘去他的官帽，扒去他的官袍，将他拉出宣德门外，斩首示众。不审不问就杀了，我干什么了？不就是主张议和吗？以前不都这么操作的吗？就因为这个革除官职还不算，还要直接砍头。陛下不可。你还敢给别人求情？你也是冲朕地位的六贼之一，你也给死。陛下万万不可。你也死。官家，茂德地基突然重变，太医院众人束手无策，难觅病因，还请官家去看一眼吧。什么？怎会如此？昨夜不是还好好的？亚父，快随朕一同去看看怎么回事。陛下驾到。皇妹如何了？启禀陛下，地基突发恶疾，昏睡不止，高烧不退，伴有惊厥之状。臣等倾尽所能，也未能查明原因，还请陛下恕罪。真不是我等失职啊，实在是地基这病来得太快太急，眼瞅着人都要不行了，这水也不敢下药啊，没喝药嘎了，顶多算我们失职无能。要是喝了药嘎了，那搞不好就是谋害皇亲，直接族谱消消乐了。相公留步，此乃公主闺房。放肆！安敢对国事不敬？地基之病，为国事可解，再敢耽误皇妹伤了性命，朕让你陪葬。奴婢不敢。亚父，怎么样了？这是怎么回事？亚父，你别发呆啊，我害怕啊。
陛下别急，贫道仔细瞧瞧。国师，这怎么有点不对劲？不管了，反正能脱手就行。国师接手，地基就算嘎了，也和我们无关。亚父，怎么样？可有办法救皇妹？茂德地基名叫赵福金，乃是宋徽宗召集的第5女，是大宋史上第1美女，当然也是宋朝最凄惨的女人。按照正常历史发展，茂德地基现在不会死。不过，如果按照历史发展，现在死了也算是幸运。靖康之耻发生后，徽钦父子为苟活性命，竟将赵福金以1200白银扣给金人，最终被金人折辱的古道破裂而亡。想到这儿，虾仁决定改变茂德地基的命运，于是他决定编一个谎话。陛下，贫道刚才观地基之面相，乃是陆存兴转世维护大宋国运而来。此次他突发重病，乃是晦气入体，也是为陛下挡了大劫。哦，此话何解？陆存兴乃是吉星之一，也是紫微之辅星，可驱吉避凶，增福化煞。转世地基应当就是为陛下化煞而来。可怜皇妹了，等她病好，朕一定要重重奖赏于她。陛下，依贫道之见，奖赏在于其次，重要的是千万不能让地基离开大宋疆域。如今正是陆存兴兴旺之时，若地基离开陛下身侧，那望水可就不好说了，救不了所有人，能救一个算一个吧，省得赵桓把亲妹妹都送给金人去凌辱。亚父可有办法驱散晦气？贫道倒是有办法，只是什么？亚父但说无妨，只是男女有别，贫道恐怕不太方便。无妨，救人要紧，朕还能信不过亚父。亚父要怎么做，尽管出手吧。啊，就让我动手了！你们不是死守礼教吗？不是有什么男女大防吗？你倒是拦我一下啊！亚父，陛下莫急，贫道虽不方便出手，但贫道有一师妹，虽天资愚钝，不如贫道功力10之23，但其医学造诣在贫道之上。只是我这师妹胆小内向，不愿抛头露面。若陛下能将资政殿中的藏书《梦溪笔谈》借其观阅，定可请动师妹。届时有贫道指挥，为地基驱除晦气，应当不成问题。准了，来人速去请国师师妹入宫，你就是国师的师妹。回陛下，正是贫道倒霉催的。我黄花大姑娘顶多就是个江湖骗子，结果跟着你成道姑了，以后遇到想做的事情可怎么办？抬头让朕瞧瞧，亚父的师妹长得什么样子？都什么时候了，你妹都要病死了，你还关心我妹长啥样？亡国真就你该啊！亚父，妹妹长得是不是有点过于潦草啊？行，还算夏雨荷有点城府，知道遮掩一下容颜。陛下，地基之病不可耽误，一切拜托亚父了。这是干什么呢？这女人是皇帝的亲妹妹，你给她治好了，想看什么书不行？治病？我没给别人治过病啊。没事，地基这是热疾，金针刺血，放血就能治。我跟你说，照着做就行。没听说你这草包师兄还会医术啊？赶紧的，别磨叽，再磨蹭一会，人都烧傻了。就算治好，也不算立功。行，我先看看。看我干什么？动手啊！不是，往哪里扎？你倒是说啊！你不说我怎么做？这里，还有这里，怎么了？你别说你不知道这些穴位在哪。我记住了，你出去。我给你指点一下。行，我走还不行吗？亚父您怎么出来了？贫道已交代好师妹一切，为了地基的声誉着想，还是出来为好。亚父，不知你法力恢复的如何？拒绝金兵的议和，对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搞不好对方马上就要再次进攻。朕就靠你神通杀光金兵了。自爆火牛倒是可以再来一次，但是上次过后，金兵肯定会有所防备。要是大举进攻的话，到时被戳穿，那就麻烦了。贫道这一次强行做法，以伤元气，没有个1年半载，很难恢复。要你何用？一次性的东西，枉费朕那么信任你。早知如此，还不如议和。陛下别急，贫道尚可开坛祈福，尝试沟通天地，以求天地降法。相信只要诚心祈祷，上天定会庇佑大宋。哦，沟通天地，国师果真可让天地显灵。只要心诚，天地自然不会置之不顾。先拖几天，只要不让我立马上战场，要什么神技我设计不出来，我就不信现代学的那点知识没有一个能用得上。准，一切就拜托亚父。瞧瞧这父子俩，一个德行，有用的时候喊人家亚父，没用的时候喊人家国师。哎呦呦，大师，不，现在是国师大人。国师，你可算回来了。高太尉来了，等了您半天了。高太尉是为身家性命而来吧？虾仁想都不用想，就知道高俅这个时候过来憋的什么屁。因为自己给了赵桓信心，这次直接拿6贼开刀，这会儿怕是要吓死了。他现在可不敢直接去找赵桓，生怕赵桓想起他来，把他也给嘎了，所以只能来求虾仁。国师真是神通广大，未卜先知。高太尉富可敌国，手下兵将无数，老夫都有些羡慕他呢。点我是吧？不敢，老夫知道的国师肯定也清楚。嘿嘿嘿。国师，不，亚父。
瞅你这一脸褶子，比东门灌汤包的寡妇都多，也好意思喊我亚父？高太尉何故行此大礼？快起来吧！别说给国师磕一个，只要能救我命，我给你舔一个都行。舔2个，要不然我担心你不全力救我。早就听说国师神通广大，能通鬼神，今日一见国师风采，果真传言不虚。高太尉今日前来，不是为了吹嘘贫道吧？有话不妨直说。高求国师出手相救，普天之下除国师之外，没人能救我了。高俅本欲跟随宋徽宗南下，但其与童贯政见不合，争宠失败，所以徽宗后来只带走了童贯，让高俅留守开封。虽然历史上高俅不如北宋六贼那样十恶不赦，但是北宋覆灭，其人也难逃其咎。也正因为他，导致北宋军队纪律废弛，军政不修，以至于金兵围城之时，禁军一哄而散。不过高俅其人颇为义气，与武将关系也是极好，尤其与西军刘仲武关系更是密切，与蔡京等大奸臣玩不到一起。刘仲武死后，高俅提拔了与岳飞、韩世忠齐名的刘仲武之子刘毅，也算为南宋贡献了一员大将。与六贼相比，总体来说高俅也还算是一个好囚。高太尉，国师不是不救你，实在是之前施法与金人开战，损伤了元气。我懂，我高俅平生最讲义气，老夫来的匆忙，身上带的东西不多，这些就先孝敬给国师，回头等我有时间回家，定会再准备一份丰厚大礼答谢国师。高太尉，这是什么意思？贫道岂是贪慕钱财之人，下次可不许这样了。是，谨听国师教诲。国师，您可否为老夫看一下，老夫这一劫应当如何度过？高太尉，你这一劫，贫道昨夜算到，已经为你化解了一下。陛下诛杀六贼，本来也是由你高太尉。贫道算到你与道门有缘，故此在陛下面前苦苦哀求，这才把你从名单上求了下来。原来如此，多谢国师救命，难怪觉得今日早朝之前脖子凉飕飕的，原来已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国师救命之恩，老夫无以为报，求愿拜为义父。不是，高太尉，你要点脸好吗？没记错的话，你都快60的人了，棺材板都盖一半了，这声义父你也好意思喊出口？义父不，国师，高太尉这般年纪，他是不太合适的。论敬，论亲属，就算要认义父，那也应该老夫先来，给你高俅当了一辈子2把手，现在拜干爹还能让你抢了先？还真有比赵桓还不要脸的人，这的确不合适。好你个孙父，换我好试试吧。请你等老夫熬过这一关，看老夫怎么收拾你。怎会？国师救我一命，于我来说那就是再生父母，莫说是义父，就是亲爹也当得起。高太尉，你的确与贫道有缘，但并非父子之缘，乃是师徒之缘。收你当儿子就算了，收你当徒弟倒是可以。历史上高俅虽然一肚子坏水，但其人还是颇为义气，与苏轼以及军中的武将关系也是极好。何况他钱多人多啊，收了他当徒弟，何愁天师府没人？师徒之缘。怎么，高太尉不愿？行，不愿意就算了，贫道并不勉强。师傅在上，请受徒儿一拜，命都没了，荣华富贵又有何用？行吧，好徒儿，既然你已入我道门，那么此劫已经化解大半。这样，你先回去戒斋、焚香、沐浴，3日之后，为师为你化解大劫。之前不是答应赵桓要祭天祈祷，上接天命，这不正好差一个工具人吗？高俅多合适啊！当朝太尉，由他来当，接收天地信号的人，最能让众人信服。多谢师傅。徒儿一定谨记师傅教诲，这就回去闭门不出，戒斋、焚香、沐浴。幸好我早有预见，把虾与盒给送到宫内，不然今天这些钱可就要被没收了。什么？我竟然是奸细？等会让我捋捋。首先，我虾仁肯定不是奸细。至于前身那个郭京是不是，这可真不好说了。从历史上看，如果说是奸细，卧槽，还真有可能。等等，如果我是奸细的话，那孙父又是什么成分？若是没有孙父的大力举荐，郭京根本没有站在二弟面前的机会。可是历史上，孙父已身殉成了啊！难道说孙父是被利用了？不管前身是不是奸细，明日还是前去一探究竟。人呐，耍我玩呐！走了，卧槽，又来！太上皇将宗庙社稷交于陛下手中，汴梁城内上百万百姓全仰仗陛下平定乾坤，而今陛下却要放弃都城，放弃宗庙社稷，陛下对得起谁？国师道。亚父，朕不能再待在都城了，都城守不住的，城外有势如猛虎的金兵围城，城内还有金人奸细作祟。这几日朕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每次都会半夜惊醒，不是梦到金兵攻入城内，就是感觉到有人要刺杀朕。这皇帝我是一刻也不想做呀。亚父，
你让李刚放朕走吧。该来的还是来了，很明显这是老赵家的软二蛋，也准备跑路了。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一个国家皇帝都怂成这样，你还怎么去要求当兵的无畏杀敌？陛下，贫道知你心生离意，故此来之前已为陛下占卦。亚父算到什么了？一连16卦，卦卦皆死局。那留下来呢？贫道已向上人头担保，陛下若是留下来，都城不灭，大宋国祚不灭，陛下也定会安然无恙。你们骗朕，你们都想骗朕。李刚说的好听，你说的更好听。让朕留下来，拿什么去守城？让你施法，你说伤了元气，那靠谁守城？靠那些战五渣的足球宝贝吗？贫道请陛下再等2日，后日贫道设法谈成天命。若天命无救，贫道绝不再拦陛下，如何？好，朕就给你2天时间。若是2日后没有退敌之策，诸位爱卿就不要阻拦朕。国师留步。李相公何事？国师借一步说话。燃火神牛，敷藏黄豆，神杯霹雳炮。国师好计策啊！本官不知国师到底是人还是神啊？贫道不是神，只是大宋一子民。陛下和太上皇什么性格？李相公应当比贫道更清楚。贫道所作所为，无非是保大宋、救黎民。纵使某些手段不光明，但亦敢说无愧大宋，无愧天地良心。后日法坛祈福，国师可真有把握改变陛下决定？事在人为，眼下李相公该做的是整顿军纪，加强操练。贫道相信天不亡宋，事不宜迟。贫道还要去找皇上，迟则生乱。哈，一切就仰仗国师了。国师，陛下已经休息了，若您无事，不如后日再来吧。国师又来寻朕做甚？你不和李刚商议大事吗？你肯定是和李刚串通好了，阻拦朕跑路，都是坏人，一丘之貉。陛下，李相公阻拦您是为了天下，贫道阻拦您乃是为了您的安危啊！朕信吗？让你施展法术，你不施展，朕信你才怪。哎，事到如今，贫道也不瞒陛下了。几年前，贫道观天上星宿异动，就已算出今日有此一劫。贫道心系大宋，在当时已经开始着手布局，就为了今日能保陛下江山安稳。国师，此言何意？难道你有退敌之策？退敌？陛下，贫道这一招要的可不只是退敌，而是要灭金。灭金？就大宋这鬼样子，连金灭辽时派了15万大军，都能被7000人包围，拿什么去灭金？陛下，贫道本不该提前泄露天机，但听说陛下为了金兵围城，夜不能寐，为了让陛下安心，只能提前说出来。亚父，其实贫道已在金军之内布好了局，如今那人身居高位，仅在完颜宗翰之下，如今只需一个合适时机，贫道这枚棋子便会倒戈相向。完颜娄氏，我不管你跟我玩的是反间计还是间谍计，老子全盘接受，并且还送还给你。就这，亚父，人心难测呀。对方既已身居高位，如何能如当初那般任由他人掌控？得，讲策略你不信，那咱就讲点玄学。陛下莫怕，天下如棋，一步3算。即便那枚棋子不可用，贫道尚有别的退敌办法。亚父，你还有什么办法？虽贫道法力还未恢复，但尚有6甲之术可用，请陛下下诏允许贫道挑选7777人组成金甲神兵，届时贫道便可助阵杀敌，生擒敌将，危机可解。好，亚父，大宋安危全仰仗亚父了。至于人选，除了朕，大宋境内要谁？你随便挑。贫道定不辱命。对了，事关大宋安危，请陛下下旨，让师妹回来一趟。此法贫道还需他来助阵。准，一切就拜托亚父了。有了这道诏书，我就可以放开手脚，挑选自己的人马了。没记错的话，此时岳飞还是一名敢战士，巨寇杨志也刚赵安，大刀关胜也还活着。死虾人给我出来！你睡，你还有脸睡啊？臭流氓！大冬天睡觉，你不穿衣服，哇，好大！睡觉穿什么衣服？呀，发财了！你哪来这么多钱？你拿，这是大宋救命钱，你想看大宋国破家亡，你就拿走。切，我就是看看，谁稀罕你的破钱？说吧，找我回来什么事？今天要是没个正事，我就让你有事儿。师妹，金兵围困汴梁，你也不希望他们攻打进来，百姓惨死在金军铁骑之下吧？有事说事，别来这套。你有没有良心我还不清楚。好，帮我办3件事，事成之后师兄必有重谢。这什么东西？鬼画符一样。这个是火枪设计图，我们大宋火药技术独步天下，除了放烟花做杂耍，眼下还未能完全用在战场上。一旦这东西成功研发出来，到时候咱们和朝廷合作，你想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有钱了，师兄给你买几百亩地，让你随便做各种实验。那这张呢？你让我一天给你弄个1人高的神像，我上哪给你弄？我给你变出来嘛。关键是还要掩人耳目，不能让人知道。师妹，我的好师妹，大宋安危。行，我知道了，大宋安危都在这个神像上面是吧？不愧是我师妹，瞧瞧咱这默契，最好师妹你能亲自来。神像这个事情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合着最后为难的还是老娘，不过确实也是，
真要被人知道，那可是杀头的死罪。师妹，等一下，最后还有一件小事。又怎么了？有话快说，有屁快放。作为大宋国师，法坛祈福，那不得有点排面吗？还有就是让高俅承接天命，那不得安排一下吗？这下没别的事情了吧？没了，我和大宋国运就拜托师妹了。谁呀？这么没礼貌！在下是殿前指挥使王宗楚，奉陛下命前来相助国师挑选金甲神兵。有了皇帝的诏书，加上王宗楚的协助，很顺利就在户部办理好了手续。一通家国大义的洗脑，再加上画大饼还有虾仁头衔唬人，很快就有人主动找上门来报名。为了避免虾仁忙不过来，孙父还贴心的为天师府送了一些人手，照顾虾仁的起居。闭门不出的高俅知道后也不甘示弱。亲，你个老登盯着我的位置不算，现在还盯着我师傅是吧？亲，你送人，那我就送儿子。论讲义气，没人能比得过我高俅。你给我听好了，到了天师府，一切都听从国师吩咐。国师是你爹的师傅，就是你的亲爷爷，你要对他比对你亲爹我更尊敬，知道吗？知道了，爹。国师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国师不让你做的事情，你打死都不能做。还有你脑子不行，那就一切听国师的。做事之前先问国师，要是惹国师不开心了，你就自己去跳护城河吧。高俅不知道，就是这个他嫌弃的傻儿子，正是因为他无心之举，竟让他的成就比他亲手提拔的2个小儿子还高。祖翁，什么情况？我这是喝假酒了，还是去云南吃蘑菇了？怎么还突然冒出一个大孙子出来？你小子谁呀？谁是你祖翁？我是高炳啊，我爹让我来伺候祖翁，如果伺候不好，我爹就让我跳护城河去了。你爹是谁？哦，高炳啊，我知道，他就是高太尉家的那个傻大儿，从小脑子就不太好使。不过人倒是老实人，以至于高太尉一直怀疑这小子是不是隔壁卖炊饼的孩子。高太尉让他过来伺候郭兄，也算是有心了。脑子不好使啊，我考你，你说这是什么？不是，郭兄他是笨，不是傻。那你会什么啊？我会吃饭，我力气大，祖翁让我做什么，我就能做什么。行，力气大也算本事，那你就留下来吧。王总，人选方面就按照咱们商量好的来，然后你简单训练一下后再送到我这里，我给他们施法改造。虾仁和王宗楚商议金甲神兵的安排，来的人不少，才一天已经300多人成功入选，但是大多数都是无业游民混子，这帮家伙别说纪律，不给你闹事就算好了。因此虾仁才让王宗楚带走军训一下，起码做到能听懂话，别给他胡来就行。这次他要组建的是真正的历任强军，绝对不是打开城门放精兵入城的乌合之众。当然了，最主要的还是他的东西还没造好。行，国师放心，一切包在我身上。来人，去把高炳给我喊过来。祖翁，你的特长是力气大。对，祖翁让我做什么，尽管吩咐，我别的干不了，但是力气活谁也赢不了我。行，跟我来，你先把这些磨盘都搬到那个草棚内组装好。这些磨盘，小的几十斤，大的上百斤，最大的还有数百斤、近1000斤的，都是他刚买来，准备搞淀粉，弄那什么飞牛顿流体用的。祖翁离远点，别碰到你。这也不傻啊，看来只是有点淳朴。祖翁还要我干什么？不错，确实有力量。你会射箭吗？会。能拉几十弓？90能拉1次，7、8弹能连拉5次，60之下可以一直拉，30可连发。我勒个乖乖，这家伙是项羽转世吗？90弓自己都能拉开，好像就知道抗金名将岳飞能左右开30弓吧？行，你等着，来人去找各弓过来。国师最大的也都30弓了，30也行。来试试。好嘞，祖翁，瞧好了。这小子可以呀，当保镖最合适了。有这小子跟在身边，还怕什么完颜娄氏来找自己？东西做好了，在琉璃塔内藏着。师妹，你可真是我的大救星啊！我就知道师妹肯定不会让我失望。你要是有良心，以后少麻烦我。这次我可是伤了元气，没有上千两银子的补品，根本补不回来。好说好说，连我都是你的。对了，师妹你不着急睡的话，咱们再去法坛那边布置一下呗。瞧瞧，这说的是人话吗？我2天1夜没睡，为你打造神像，这才刚回来，又要安排干活，你就算要让人上吊，也得让人喘口气吧。公元1125年末腊月30，天气大雪纷飞。从昨夜开始，阴云密布的汴梁城便开始飞起鹅毛大雪，一夜之间，整个汴梁城变成了雪白一片。可是这白雪遮不住腐朽不堪的大宋朝廷，也挡不住城外虎视眈眈的精兵。祖翁，下大雪了。都说瑞雪兆丰年，依频道看是丰年还差不多。疯批的徽钦二帝，疯癫的大宋百官，疯魔的精兵和差点被逼疯的无辜百姓。走吧，
去法坛。大街上寂静无声，但是却站满了开封的百姓。他们知道今天是国师为国祭天祈福的日子，所以都自发冒着风雪赶来。普通老百姓自知做不了什么事，可他们也想出一份力，便带着虔诚之心和家中准备过年的物资出来，祈祷上苍看到他们的哀求，能给他们一点希望，一条活路。参见陛下。国师，若是准备好了，就开始吧。是留还是走，就看今天这一哆嗦了。行不行啊，国师，你准备好了吗？千万别玩砸了，让皇帝又有机会跑路。大宋百万百姓的命运全在你身上压着。祖王，我为你扫雪。还行，这傻小子总算是开窍了。动定。从云层的浓度和高度来看，推断没错的话，顶多再过半个小时，风雪就会停下来了。高太尉，准备开始吧。祭天仪式开始，奏乐迎先。浩浩天威，宇内澄清，煌煌神明降福于宋，无奉自威大帝之命，集天地神威，急如律令。怎么了？怎么了？金兵攻城了。陛下，是国师的声音，国师在施展神通。贫道虾仁今日一剑开天，恭请天地显圣。快看天上，那是什么？天地显圣，是天地显圣了。天地是天地。大宋皇帝赵桓拜见天地上尊。虾仁这小子是怎么办到的？不论是君天之音，还是天地显圣，都非人力能及。难道这小子真的是得道高人？可之前试探的时候，明明虾仁都已经默认他是用了骗人的手段了哇！请天地法旨，遵无六纪，大宋国祚可言。请天地救大宋。若大宋国祚得以延续，金兵得以退兵，务必在大宋境内修万座天地庙，供养天地上尊。快看，天帝降神了！那人是谁？怎么天帝让他代写旨意，而不是让国师写？他的都不知道，那是当朝太尉高俅，高太尉啊，高太尉，高太尉不是跟着太上皇跑了吗？听说是国师未卜先知，在高太尉必经之路上，给他留了一封书信，留下了他。原来如此，国师为了大宋，真是尽心尽力。我还听说高俅太尉已经被国师收为弟子，怪不得呢。国师做法，高太尉写旨意，恭送天地，恭送天地。发生什么事了？亚父，众位爱卿，今天是除夕佳节，又逢朕得天地玉金法宝，朕甚是喜悦。今夜便安排诸位爱卿在这樊楼跨年，诸位爱卿尽管放纵，谢官家恩赐。东京真是富贵迷人眼，这就是历史上的樊楼啊，当真是大宋第一娱乐会所。樊妈妈，怎么回事？小姐妹们说，今天忙的都来不及洗屁股了。哎，姚姑娘，今儿个大喜，听说国师请来天地降旨，还给咱们新皇送了什么玉金法宝。皇帝一开心，就不带着文武百官来咱们樊楼跨年来了。陛下，今人送来一盒文书，请陛下过目。议和？哼，谁要跟他们议和？去跟他们讲，君王死社稷，天子守国门，有本事就打，朕不怕。朕现在是有天地罩着的皇帝，朕上面有人，不，朕上面有神。那啥，朕刚刚说的话还能收回吗？议和的事，朕觉得还可以再商量商量。陛下何故如此动怒？你自己看看，这就是天帝给朕的退敌之策。什么情况？难道虾与和玩脱了？没错啊，是我写的这些。陛下，贫道对于朝廷政局不懂，不过这些内容贫道看着并无问题呀。惩贪治腐，为国之本，兴兵强武，为退敌之策，这何错之有？不知陛下因何大怒？哼，是没错，天帝说的很对，下次还请他不要再说了，朕不想听这些废话。这种话朝堂上随便拉个大臣都能说，还用得着天地显圣？朕还以为天帝会直接降临一些天兵天将，再不济也是降一些天雷，把金兵全都劈死。不行，朕还是要走，看来天神也靠不住，还是得靠自己。陛下，贫道认为议和之事可以提上日程，届时若是金兵知晓天地显圣，并给您留下了御敌之策，您猜金兵会怎么想？亚父是说金兵会不这儿怯，主动退兵。如今这份天地之策，只有陛下和贫道看过，那具体是什么内容，天下再无人知晓。陛下，有时候威力最大法宝，并非用出来，而是让人知晓，让人忌惮。有天地亲自法宝，陛下就应该有底气。只要陛下有底气，大宋上下就有底气。打仗嘛，除了实力之外，不就是拼一个士气和人心吗？亚父真是诸葛武侯转世，不仅道术非凡，在计谋上面也如此出色。不错，亚父所言极是。可万一真的到了最后关头，朕拿不出扭转乾坤的法宝怎么办？陛下，如果真到最后关头守不住的话，贫道届时用奇门遁甲送陛下出城，必保陛下无虞。有贫道在，断然不会让陛下立于危墙之下。亚父，你可一定要管朕啊！我只有你。
宋廷国师果真请了天上的真神下凡。我有我还能骗你不成？我老表在大宋做卧底，这消息就是他传出来的，上面都让保密，也就是咱们关系铁，我才告诉你们。哎呀，我就说不该攻打大宋，不该攻打大宋，可汗和大帅都不听我的。大宋国师如此厉害，我们可怎么办了？你们在说什么？参见将军，本将军问你们刚才在说什么？将军，听说大宋国师请了天上真神降临，那真神还给大宋皇帝送了玉金法宝，若此事属实，我党还要继续攻打大宋都城吗？此事若是传开，金军的士气就完了。谣言惑众，这是从哪传出的谣言？尔等竟敢听信谣言，动摇军心！来人，将他们拉下去，重则30军棍。本将军若是再听到有人传此谣言，定斩不饶。说真的，本来我也不相信这件事情，可鲁斯将军那么大的反应，让我有点怀疑了。本来这件事情只是在金兵小范围内传播，结果完颜楼氏这一处置，让这传言如同病毒一般，在金兵大营迅速传播开来。一夜之间，金兵都产生了厌战畏战的情绪。怎会如此？大宋的议和书送来了没有？官还未曾送来，许是风雪堵了路。风雪堵路，这种谎话你也说得出口？才来大宋几天，你也学宋人的虚伪？就特马的实力地，宋廷真要送议和书的话，爬也该爬过来了。1天的时间还没送来，说明对方根本不想送。好啊，不想议和是吧？行，那就成全你们，去把完颜楼氏给我喊过来。元帅，本帅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今日备战，明日出兵攻城，只要打一个胜仗。所谓宋廷有真神下凡庇护的谣言，自会不攻自破。末将领命，绝不辜负元帅的信任。去给那小子发消息，问一问他到底在做什么。告诉他不想死的话，明天让他打开汴梁城门，否则的话，休怪本将军翻脸无情。我说你最近装神弄鬼上瘾了，怎么真的神神叨叨的，都开始算卦了？师妹啊，哎，咱们现在都是有身份的人了，不能总靠忽悠，也得有点真本事才行。切，那你算出来什么了？为兄刚刚算出来。不好，金兵要再次攻城，不是明天就是后天。高秉，准备一下，我们去城墙。虾人印象中，靖康元年正月初3，赵桓被金兵的攻城吓得准备跑路。如今他做了这么多事情，如果明天赵桓仍旧要跑路的话，那就说明历史无法更改，他也只能老实接受。但如果明天赵桓放弃跑路，他倒是可以运转一下，说不准靖康耻就不会发生了。大过年的国师怎么来了？国师你怎么来了？2位相公大过年的都在城头巡防，贫道又岂能贪图在安乐窝中？国师心系大宋安危，实乃天下楷模。国师特意来此，怕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不知可是陛下有何指示？贫道偶得一卦，特意前来给2位提个醒。国师赞到什么了？这城防物资应当都准备上来了。国师，你是说金兵要来攻城？现在攻城可不是好时机啊！最快明日，最迟后日，必定要用得上。此一战乃是金兵携怒气而来，必定不会善罢甘休。这是一场艰苦的鏖战，所以2位必须做好准备才行。我这就调遣兵马，准备火油和墨石。国师，此消息可靠吗？贫道一连16卦，卦卦都是如此。既然消息已经通知到，那贫道也不再多留。国师留步。既然国师说了，这是一场艰难之仗，还请国师自退敌之计。退敌之计，只要李相公在此，此战可胜。师妹，把头发盘起来，把头发盘起来。疼！俏泥瓦，没完了是吧？这几天忙着安排天地显圣，差点把完颜楼氏那小子给忘了。行，今天算你走运，下次老子让你有来无回。郭虾仁，你小子是不是忘记自己姓什么了？血海深仇不共戴天，你怎敢背祖忘宗帮助赵宋？几个意思？看这语气，难道自己还有隐藏身份？难道我是金人？天地显圣是怎么回事？再给你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明日我军攻城，想办法有失之前打开北边城门，跟我军来个里应外合。如果能做到，明日正午就在城墙上立一杆金色大旗，我军会看旗帜行动。不对劲，这不对劲啊！自己做了这么多事情，怎么完颜楼氏还这么相信自己？按理说，他交代的事情一件没做，反而还帮大宋提升了士气，再怎么着也该怀疑一下自己是不是叛变了吧？可是完颜楼氏完全没有，难道我是他亲儿子不成？可我也不是杨康啊，绝不会认贼作父。高秉，剑来！祖翁，怎么了？剑来，你速去通知李刚、张叔夜2位将军北城会合。高秉速备马车，我们去北城门。国师，
深夜喊我们过来，可是又算到什么了？两位相公上来一坛，高饼你看着点，3丈之内不许任何人靠近。国师，别废话，时间来不及，一切听我说。金兵预计最快，今夜最迟明日就会在北城门设伏，你们马上尽可能调动你们能调动的所有震天雷，让士兵换上白衣，趁着大雪掩护，全部埋在北城门附近。我们必须要在金兵到位之前将震天雷埋好，否则被金兵看出来，一切白搭。国师，你这是哪里来的消息？别管别问，没时间解释，先照我说的去做。靖康元年正月初3凌晨，宋兵来不及寻找白布，张叔夜临时敲了几个丧葬铺，搬空了孝衣给士兵裹上。本来士兵大过年的裹着孝衣出城干活还多有怨言，后来一听是国师的安排，一个个干劲十足，信国师总不会错。一整夜，虾人冒着风雪就坐在北城门的门楼上盯着，等到执行任务的都回来了，这才敢松了口气。国师都安排妥了，现在总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怎么回事了吧？天机不可泄露，你们只管相信贫道，如有意外，贫道用项上人头去抵消震天雷。这一波可是赌上了自己的命运了，这要还是不能给赵桓改命，那就记吧，老子也不玩了。来人在此处竖一个金色大旗。啊，将军，汴梁北城有金色旗帜出现。呵，那小子总算还分得清轻重。1营3营步兵南门摆阵，申时进攻，不惜代价给我猛攻上去。2营5营西门和东门佯攻牵扯宋军人手，剩下的骑兵下马步行，埋伏在汴梁城北门外，有时一过直接发起冲锋。届时本将军会亲自过来带你们直入汴梁皇宫，活捉赵桓小儿。将军，那小子真的靠谱吗？万一他背叛你？不可能，别忘了他可是后周皇族郭氏的唯一血脉，若非赵宋，他现在多少也是一个王公贵族。大宋皇帝对郭氏一族的追杀，这100多年从未停止，可以说他对大宋那是血海深仇，不可能帮大宋而不帮我们。完颜楼氏对虾人的信任一点没有保留，直接安排了女真最精锐骑兵去了北门。然而他不知道的是，这个虾人早已不是当时的那个神棍了。靖康元年正月初3，金军雪夜围城，历史上著名的东京保卫战正式打响。城墙上的守军都知道，国师算出金兵今日会出兵攻城。看到黑压压的金兵赶来，不仅没有一点恐惧，反而还有些兴奋。金兵来喽！金兵来喽！攻城云梯、攻门车疯狂地朝着汴梁城门靠近。城墙上的大宋守军等到金人靠近，便是乱箭飞射，投石机瞅准机会把震天雷砸向云梯和宫门车附近。好不容易把云梯推到了城墙下，等待金兵的是火势和热油，即把云梯顷刻间付之一炬。那人是谁？挂的完颜楼氏的旗帜，此人应该就是完颜宗翰手下的大将完颜楼氏。他就是完颜楼氏啊！高饼3弹弓，你可射中他？3弹弓的射程不够，不过3弓闯弩可以。祖王给我拆一个3弓闯弩，我可将这贼球射于马下。3弓闯弩，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这玩意靠着绞盘都得30个人才能拉开，瞧你这意思，你还能当弓弩来射？李相公，请安排一下，怎么没有3弓闯弩吗？不是，有倒是有，拆下来倒也不费劲，但是它真行吗？行不行？试一试不就知晓了。行，那你们等着，我现在就安排。不多时，李刚亲自带着人拆了台3弓闯弩，让人拿着3把比人还高的弓走了过来。这个弓分量极重，小兵都是扛着过来。什么时辰了？回将军，有时了。你们在这继续攻城，本将军去北城冲锋，切记不要松懈，务必将宋军都拖在这里。小飞过来呢！将军小心！怎么会？保护将军撤退！快保护将军撤退！撤什么退？闪开！将军可能有埋伏，还不知道敌人在哪，不可以身犯险。让开！本将军还要去北城门攻城。将军，其他部队已经对汴梁城发起进攻，我们是否也要动手？过有时了吗？过了，现在已经是虚时一刻。可是将军，汴梁北城门虽然护城河最窄，适合骑兵作战，但骑兵怎么攻城呢？你们不用管，本将军自有妙计在身。他大宋国师不是能掐会算卦有神通吗？巧了，本将军也有上天庇佑会一手神通。时机一到，本将军自会让城门打开，恭迎骑兵入城。将军快看，城门开了！大宋都城的城门开了！楼氏将军果然智谋无双，竟能提前做好准备打开汴梁城门。儿郎们，小鱼小虾杀再多也是无趣，南下擒龙才有意思。随我冲锋，活捉大宋皇帝赵恒！我的个乖乖，真让国师给算准了。国师是活神仙吧？别动手嘛！再等等，放他们多进来一点，准备好，点火。
射箭，投掷火油罐。将军，完蛋了！一切都完蛋了，5000女真骑兵全没了，中计了，我中计了，是我害了这些儿郎们。大宋定是发现了我给虾人的书信，或者就是虾人背叛了。将军，宋人出兵了，我们快走吧。虾人，我杀了你！将军不可送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放开我！我要去杀了虾人这个背祖忘宗的畜生！这是历史上最窝囊的朝代，战士们在前线奋勇杀敌保卫国家，而朝堂上的士大夫却一心只想拐着皇帝割地求和，卖主求荣。嘿嘿，主战派今天一个都不在，正是偷家的好机会。陛下，冤家宜解不宜结，金人强大，继续打下去只会消耗国力，与双方都无益处。臣觉得还是议和稳妥。报，我军大捷，北城门一役，全歼敌酋精锐5000人，我军零伤亡。张爱卿，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启禀官家，国师连夜设计震天雷火油火箭埋伏金军主力，我军不费一兵一卒，全歼北城门来犯的女真人骑兵4800余人，俘获战马325匹。好，此战打出了我大宋的国威，爱卿父子2人功不可没。陛下，末将父子不敢居功，此乃国师运筹帷幄，料敌先机，提早做出准备，以诱敌之策将敌人引入震天雷包围圈，才使我大宋能不费吹灰之力歼灭金兵。对，亚父居功甚伟，必有我大宋国祚，朕要加封亚父。赏什么呢？国库都被那死老爹给搬空了，想要赏赐都不知道赏什么。传旨给国师加封1品太师，封到成侯，赐道号万寿帝君。陛下，如今我宋军大胜，此战也彰显我大宋国威，正是议和的好时机啊！臣等附议，请陛下议和。陛下，臣不同意议和。尔等的骨头乱如蛆虫。如今我大宋在国师庇佑下，不费吹灰之力就歼灭金人5000女真骑兵，何故丧权辱国？议和赔款，打仗没有钱，难道议和就有钱了吗？若是议和，那城楼上誓死保卫都城的将士们鲜血岂不白流了？够了，吵！尔等除了在朝堂上争吵，可还能做些正事。来人，快宣国师觐见。陛下，贫道正在城楼与张将军一起督战，不知陛下唤贫道所谓何事？亚父，张少载这帮文臣议和，孙尚书主战，是战是和，不知亚父怎么看？张邦昌有点印象，这家伙就是一个卖国贼。北宋灭亡以后，就他投降了女真人，成了女真扶持的伪政权傀儡皇帝。陛下，是战是和都有道理。如今大宋最大的危机，无非是国库空虚，议和拿不出赔款，打仗掏不出军费。贫道觉得，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财力问题。这个就叫专业。你们吵的什么乱七八糟？说不到一个重点，还得是亚父一针见血。满朝文武，难道除了朕和亚父，就挑不出第3个完美的人了吗？哦，亚父可有良策？陛下，国库为什么会没钱呢？啊？为什么？总不好说是我那死老爹卷款跑路了吧？还不是因为国之蛀虫贪赃吸血，搬空了朝廷的国库，富裕了他们的私产。陛下，国库没钱，这些大臣家里却个个富得流油啊！所谓攘外必先安内，不把这些压榨百姓、吸取国库的蛀虫拔掉，即便对金作战能赢，大宋根基也会被他们掏空铸毁。亚父言之有理，我大宋就是毁在了这些蛀虫手中。封国师为钦差大臣，赐上方斩马剑，可先斩后奏，专斩害群之马，退朝。议和，让你们议和。现在好了吧？要查贪官了。你们一个个谁了屁股干净，谁了裤裆里不是一屁股屎？本来能打，你就让他们去打不好吗？又不用你们上战场，非得跳出来显了你们聪明。现在好了吧？这把火不仅烧到你们身上，还连累我们。国师，孙大人，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国师，你懂的。这满朝上下，从皇帝到宰相，从太尉到州府官员，就没有一个干净的。咱们知根知底，你可别跟老夫开玩笑了。孙大人，咱们什么关系？如今我掌权，那和你掌权有什么区别？你放心，贫道心里有数，知道该怎么做。对了，孙大人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要不你来帮贫道一把啊？国师，这里面的水很深，你知道的。老夫年龄大了，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孙尚书此言差矣，咱们什么关系？你别总想着这个事情得罪人，那些臭鱼烂虾有什么好怕的？只要上面的人挺你，下面的谁敢对你动手？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孙尚书，这次可是个好机会啊！一朝天子一朝臣啊，是抱紧现在的大腿，名利双收，还是被排挤出去，眼睁睁看着别人上位，全在你一念之间。既然孙尚书这么为难，那兄弟也不好难为你，这件事情就算了，兄弟我只好找别人。哎，不知道这个幸运儿会是谁呢？
国师说的有道理啊，危险与机遇并存，虽然会得罪人，但是只要抱紧皇帝的大腿，就算他们罪证确凿又如何？皇帝不杀自己，他们再跳脱也没用。既然要干，那就干一场大的。别，国师，老夫仔细想了想，你难得和老夫开金口，老夫岂能驳你面子？为了陛下，为了大宋，哪怕战斗至最后一丝力气，也绝对不会服软。国师不必担心，老夫绝对不会拖后腿，这件事情就交给老夫来办，你只管在老夫身后压阵。孙尚书答应了。行吧，既然孙尚书这么有信心，相信陛下知道也会很欣慰。哎呦，国师幸好您还没走，奴婢可算追上您了。陛下有请。孙尚书，你回去准备一下，等贫道觐见完陛下，咱们就准备动手。赵桓现在是一会儿看不到虾仁就心慌，尤其是听到外面炮火连天，这让他更加难受。唯有看到他的亚父才能心安。亚父的这份安全感，那是亲爹都给不了的。亚父，你可否给朕一个确切消息？金人到底什么时候能退兵？金兵不走，朕现在是如鲠在喉，如坐针毡，吃不下睡不着，人都瘦了好几圈。陛下放心，贫道可保证至多2月金军必退。说起此事，贫道有一计可使我大宋江山忧而复明，但这需要陛下的配合。哦，什么妙计？亚父快讲，朕一定配合。亚父说吧，这里没别人了，你要朕怎么配合？妙极，亚父放心，明日早朝，朕一定会配合好。对了，还有一件事要配合好，这条计策必须要前去和金人议和，陛下可差人给金人送议和回书，同意商谈议和。行，都听亚父的。不过这议和人选，依亚父之见，应该派谁过去呢？陛下，明日朝堂之上提出此事之后，自会有合适的人出来。靖康元年正月初4，宋钦宗赵恒正式改元靖康。早朝张邦昌及其党羽已在密谋弹劾虾仁，在他们看来，只有先把虾仁拉下马，否则别说和金人议和，只怕让他反腐下去，小命都不保。陛下，诸位爱卿，朕意与金人议和，尔等谁愿为使？议和？怎么回事？昨天不是还非要主战吗？怎么今天突然要议和了？陛下不可议和。怎么回事？国师昨日不就被陛下拉过去睡了一晚，怎么今天陛下就决定议和了呢？也对，一如今陛下对国师的信赖程度，若国师不主张议和，陛下决计不会提出此事。不管了，反正信国师准没错。议和之事，朕意已决，尔等不必再劝。朕今日提出是让你们推举议和使臣，诸位爱卿，谁愿为使前往经营呀？陛下，臣推荐张邦昌过去，他一直主张议和，此事舍他其谁？张相公可愿出使经营？怎么，张相公屡次奏请议和，都不愿意为使吗？难道你是一直在诓朕？来人，把张少宰拉出去砍了！陛下，臣愿往。陛下，张尚书一人怕是不足以担此大任，臣举荐8州通判宗泽共同出使。宗泽此人有勇有谋，武力超凡，更有对金作战经验，让他同去，可保我大宋不损国威。准奏，宣宗泽来京，与张卿一同出使经营。诸位爱卿可还有其他事情？没事就可以退朝了。陛下，贫道还有一事。好戏开场了，亚父你就看朕表演吧。亚父请讲。亚父，何故欲言又止？你有什么话尽管开口。陛下，贫道在金营有一故人，近来算到他有疑难，故此贫道也想一同前去。故人？这妖道说他在金兵那边有故人，难怪能坑上女真人5000骑兵，原来是在金营有内应。若是能知道这妖道的内应是谁就好了，那样就算到了金兵大营议和，遇到危险也有保命筹码。哦，亚父，是什么故人值得你亲自冒险？如今金人是你为眼中钉肉中刺，你若前去，朕恐金人对你不利。依朕看，亚父就不要过去了，朕可让张卿带你送一封书信过去。对，若国师信任，本官定会把书信带到。不知国师的故人是谁？陛下，贫道这位故人身份有些特殊，若是被他人知晓，恐怕会对故人造成危险，还是贫道亲自过去的好。国师此言何意？难道信不过本官？本官纵然主张议和，但那也是一心为了大宋的江山社稷，难道你还怀疑本官能通敌叛国不成？陛下，臣要弹劾虾仁。弹劾什么？贫道可什么都没说。张相公莫不是心虚了？陛下，贫道想了想，还是以后再说吧。好，那议和之事就这么定了。众爱卿退朝吧。国师请留步。孙大人是想问议和。国师果然未卜先知，若是没有国师首肯，陛下焉能议和？老夫想不明白。如今
明明优势在我，怎么这个时候还要去议和？国师可是还有别的打算？这个嘛，议和也不全是坏事，只要对大宋有利，贫道肯定会做。先不说这个，孙大人惩治贪腐的事情怎么样了？准备从谁先下手？从谁下手？那不都是国师说了算吗？国师，你说你看谁不顺眼，老夫亲自提刀去对他动手。贫道看着张方昌就不顺眼，獐头鼠目的，一看就不是忠君报国的面相。那确实，老夫看那个人也好怪，他好像一条狗啊。对了，国师，蔡京上次朝会不是被陛下砍了吗？可他的儿子蔡攸还在呀，蔡家可是大宋首富啊，要不咱们嘿嘿嘿。哦，走，去抄家。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尔等竟敢带兵包围蔡府，可是想要造反？造反！本官乃是兵部尚书孙府，奉命协同国师捉拿贪官。今日接到密报，蔡家贪赃枉法，收受贿赂，假借为太上皇寻花岗石之名，多次敛财搜刮。您职名高，特来调查，速去通知你家主人，如敢怠慢，休怪本官刀下无情。桑树啊，桑树是极品官，我们家旺财都是从2品，你一个挣3品还不够资格吧？区一个下人都有资格指摘朝廷命官，蔡家果真是要造反啊！你又是个什么东西？我家乡爷，浪费时间，别愣着，进去抄家。住手！都给我住手！谁允许你们在我蔡府放肆？国师，你这是什么意思？奉陛下命，特来清查贪官污吏。放肆！我蔡家3代为官，对大宋向来忠心耿耿，岂容你这妖道信口雌黄污蔑清白？蔡少保，不要动怒。国师来查蔡家，那也是接到了密报，有人说蔡襄假借为太上皇做事，贪没金银数百万两。如今这个节骨眼上，正是多事之秋，查一下也是为了蔡家的清白名誉。哼！孙父，你是个什么东西？怎么，你以为我父亲不在了，我蔡家就可以任由你等欺辱？别忘了，我蔡攸也还是1品少师少保，从2品枢密院枢密使，陛下亲封的开府同议3司，你不过就是个兵部尚书，也敢以下犯上？以下犯上的到底是谁啊？你蔡家好大的威严啊！陛下亲自天子剑在此，贫道和孙尚书乃是奉皇命前来查抄贪腐，你百般阻拦，以权压人，可是不把陛下放在眼里。尔要试试我宝剑是否锋利吗？臭妖道，别以为别人都不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不过就是一个街头耍把戏的混混，趁着我还没动怒，赶紧滚，否则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残忍。蔡攸并没把虾仁放在眼里，在他这里虾仁甚至都不如孙父的身份重。虾仁一没家世，二没人脉，不过是靠着运气得到了赵桓的信任。这种人一触即溃，就如同高俅靠着踢球爬到了太尉的位置上。可是真正的世家没人会尊重他，他跟着宋徽宗逃跑，半路却被童贯给欺负的逃了回来。一个太监都敢欺负当朝太尉，不就是因为他是个从底层爬上来的人？在蔡攸眼里，虾仁和高俅没什么区别。怎么，你敢对我动手？我乃是陛下亲封的朝廷命官，身居1品，就算陛下都要给我3分薄面。你这妖道是个什么东西？你也配靠一把剑威胁我？国师，你怎么真的动手了？完了，这下要完了。这蔡攸毕竟是朝廷1品大员，我们未审先杀于理不合，只怕仍旧会麻烦不断。国之蛀虫，杀了又何妨？陛下亲赐天子剑，先斩后奏，皇权特许。这蔡攸贪赃枉法，被贫道清查，不仅不配合，反而藐视皇权，藐视天子，定然是有不臣之心。贫道杀他，谁能挑出贫道的错？谁要是觉得贫道做的不对，弹劾贫道，那他们定是蔡攸同党，正好不打自招，还省得孙尚书费力追查了。孙尚书，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可不是嘛！只要陛下这关过去，谁敢多嘴？下一个就是谁，都不用找别的理由了。干嘛这么多人跪在这里呀？回国师，这些全是蔡攸的老婆。这么年轻，一定是被蔡攸逼的。蔡攸真是心狠手辣，你看把他打的肿这个样子，送到天师府，贫道慢慢帮他医，夭折还有一个小日子。蔡攸通番卖国，这个一定是窥视中华血统的东洋鬼子女间谍，送到天师府让我严刑拷问。蔡攸这个王八，果然从8岁的80岁都不肯放过。国师，你有点误会了，这不是蔡攸的老婆，是蔡攸的老母。那送到你家里去。送到我家干嘛？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吗？现在送了个宝给你，你应该请吃宵夜了。国师，此次缴获蔡家账款共计白银1万3000万两，绢帛20万匹，还有良田50万亩，还有很多是没记录的。嘿嘿嘿，
卑职建议把他全部搬到了天师府，等国师钦点之后再呈上去。好，祖王，我家也颇有资产，要不也把我的也抄了？陛下，臣弹劾虾人目无法纪，肆意屠杀朝廷命官。陛下，臣弹劾虾人为一己私利，假借陛下速贪圣旨，清除异己，结党营私，请陛下诛杀虾人，以正视听。臣附议，请陛下诛杀虾人。这可咋办？这么大的动静，和东京地龙翻身差不多了。陛下，据臣所知，国师诛杀的那些人没有一个是冤枉的，查抄出来的金银财宝甚至超过了朝廷10年税收。我大宋就是因为有这些国之蛀虫，才导致今日之局面。国师为国除奸，何罪之有？若陛下听信谗言，处置国师，只怕才会让真正的忠臣心寒，让天下百姓心寒。陛下，国师几次力挽狂澜，阻挡金兵，若杀国师，最高兴的只会是金人，请陛下三思。哼！杀了国师，谁去阻挡金人？现在害怕了，害怕你们就别贪了。本官清正廉洁，本官就不怕国师查贪，你们怕肯定是你们心里有鬼。孙父，你这老家伙真不要脸！虾人不查你，那是因为你清廉吗？放屁！还不是因为你是虾人的狗腿子！别以为他们不知道，每次虾人去查抄别人，都特么是你带的路。陛下，臣还要弹劾孙父为虎作伥，与虾人沆瀣一气，蛇鼠一窝，攻讦同僚。臣请将孙父与虾人一同处死。臣等附议。哼，你们还真是齐心呐！自打朕登基以来，朕这都是第一次见你们这么齐心合力，都要杀国师是吗？朕要是不答应，你们是不是要把朕也得换了？陛下息怒，臣等不敢。不敢？当朝逼宫，你们还有不敢的事情吗？打金人的时候怎么不见你们这么齐心？现在国师对几个贪官下手，你们就坐不住了？怎么你们就那么干净吗？朕这些天看着这一笔笔的赃款堆砌如山，朕心寒啊！朕有罪于国家，愧对祖宗，愧对天地，朕恨不得自己罢免了自己。陛下难道要为虾人一人对抗天下士子吗？陛下难道忘了太祖遗训，后世子孙不得以言杀人，要善待谏言的文官，善待读书人。你代表不了天下士子，若天下士子都如同你们这样贪婪成性，不辨是非，那朕便是对抗又如何？别以为只有你们会当官，朕砍了你们，信不信立马会有人顶替你们的位置？他们甚至还会吸取你们的教训，维持一段时间的政治清廉。陛下，来人，将黄御史拿下，押入大牢查抄家产，待清查此贼贪污了多少赃款之后，再依国法论处。你们不是觉得国师没有走流程吗？那行，朕就给你们走一下流程，让你们看看到底是亚父处置太重，还是走流程的让你们更安全。陛下，如此包庇虾人，只会让天下人心寒。把他也拿下。继续说啊，让朕看看你们的骨气。你们以为只有金人会杀人，朕就可以任由你们欺辱？真得劲啊！活了快30年，还从来没有这么得劲过。瞧瞧下面那帮龟孙子，一个个吓得发抖，真是不发飙，不知道谁是主人了。朕现在是越来越清楚了，大宋的心头之患不在外边，不在金军，而是在朝廷，就是在这垂拱殿。咱们这烂一点，大宋就烂一片。你们要是全烂了，大宋各地就会揭竿而起，让咱们死无葬身之地啊！想想吧，那辽国才灭亡几天啊？忘了？那天祚帝还在东北天天的盯着你们啊！朕已经3天3夜没有合眼了，老想着和大伙说些什么，可是话总得有个头啊！想来想去，只有4个字。这4个字说说容易啊，身体力行又何其难。这4个字朕是从心里刨出来的，从血海里挖出来的。记着，从今日起，此殿改为正大光明殿。好好看看，你们都抬起头来好好看看，想想自己，给朕看半个时辰。陛下，宗泽已经放命来到开封府，议和之事不可再拖，请陛下准许议和史即刻出发。准奏。张邦昌，你现在就去找宗泽去和金人议和吧。陛下，宗泽长途跋涉而来，应当让他休息一下，也好养足精神，免得金人轻视。臣也需要和宗泽商议一下议和事宜。哼，有什么可商量的？有什么话你们路上再说。宗泽身体强悍，可不是你们孱弱之躯，动一下便要累死累活。或者张青不想议和了？臣绝无此意，议和对我大宋有利，臣即刻就出发。算你小子运气好，等老夫回来，咱们接着斗。安排好议和的事情后，这次早朝赵桓又提拔了几个官员，补了缺口。值得一提的是，孙父被提拔兼任枢密院枢密使了，这差点没让孙父高兴的背过气去。亚父，刚刚我的表现如何？陛下威武霸气，震慑宵小，那帮碎嘴子都被您给镇住了。
亚父，你放心，那帮奸臣有我在，你尽管动手，贪官随便杀。这腐朽的朝廷是该整治一下了。张少宰，你太让我失望了。人家打到汴梁城门口了，你却称保家卫国的人居心叵测。我看你才是居心叵测。别忘记你是代表大宋来议和，不是来叛国投敌。尔等是的你宗爷爷吗？想要议和可以，但是你们也要拿出诚意，别给老子拿架子。若没有议和的诚意，这议和不谈也罢。怎么样？这个伤害力应该能伤到人了，穿透力倒是还行，但是这距离也太近了。不过这个距离防身是可以了，到时候去经营也有保障，只是没办法运用到战场上啊。师妹，能不能想想办法，多填充一点的火药，把速度和距离再提升一些？就你是多，不过这个威力确实差了点，但要是再改的话，就要修改你的图纸了。你那图纸也就只能做成这样。这还是现在我们有钱，点火装置都给你换成打火石了。改，尽管改，我这只是一个初步的草稿，咱们现在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具体怎么做还要看师妹你这个天才的。对了，师妹，你的枪师兄是见识了，现在轮到师妹见识一下我的大枪了。也没得。钟爷爷饶命！钟爷爷饶命！这就是你们大宋议和的诚意吗？来人！别动手，别动手！完颜元帅，有话好好说，我大宋是真的带着诚意来和谈的。诚意，这就是你们的诚意。本帅看你们不是来和谈，而是来示威开战的。误会，误会！宗子，你难道非要看我大宋再起战火，将士惨死尸骨无存，百姓流离失所吗？议和怎么了？一时之辱都受不了，如何图谋将来？而真是个头脑简单的莽夫。开战的是大宋吗？张邦昌，你个卖国贼！难道你以为议和之后，金人就不会来犯？所谓议和，不过是拿着大宋百姓的血汗钱，去壮大他金人的兵马，磨砺他金人的刀枪，让他们再次来屠杀我大宋子民。我大宋儿郎个个铁骨铮铮，为保大宋驱除鞑虏，我们都不怕死，怕死的只有你们这些高官厚禄，衣食无忧的孬种。大胆宗泽，本官才是议和使，你不过就是协同使，怎敢以下犯上，违逆陛下旨意？绝对不能让这家伙再说下去，这暴脾气再说下去，别说议和了，只怕命都保不住了。本官命令你滚出大帐，去外面候着。张邦昌，本官施政2品尚书右丞，你不过是从5品的宗正少卿，难道老夫还管不住你了？还是说你连陛下和大宋朝廷都不认了？来人，把他插出去！别碰我！大宋朝廷竟被这种奴颜屈膝、毫无忠骨的东西占据，何愁大宋不亡？罢了罢了，读书救不了大宋，老夫要从军。完颜爷爷不要介意，我大宋陛下并非好战之人，对于议和之事，我大宋拿出了最高的诚意。我们现在可以正式商谈一下退兵条件了吧？让我退兵，只要满足我3个条件：给我大金缴纳黄金3000万两，白银2万万两，以及割让太原、中山以及河间3地。只要你们大宋答应，我马上就可以走。这哪一条大宋都满足不了啊！这要是答应了，只怕回去还没见到皇帝，就被主战派给先打死了。完颜爷爷，割让3镇，此事太过重大，别说是下官，就算是我们大宋皇帝亲自过来，也无法一时3刻做主割让给你。至于黄金3000万两，白银2万万两，就算是把整个开封府给翻个底朝天，也绝技凑不出来。还请完颜爷体谅一下大宋的难处，减免一些吧。本帅体谅你们的难处。那何人来体谅本帅呢？自从攻打你们大宋以来，我大金花费了多少军费，你知道吗？还有我手下那些勇猛的儿郎们，大过年的从东北跑到开封，不请我们进城吃个年夜饭不说，他们连个红包都舍不得给。你别跟老子哭穷，要议和就拿出诚意来。对了，完颜爷爷，不如我们做个交易如何？我这里有一个消息，元帅看看能抵得上多少金银。消息？以此人的表现来看，他绝对没有勇气敢戏耍本帅，难不成是什么大宋机密？你先说说，到底是什么消息？若确实对本帅有用，本帅可以减免一些金银。完颜宗翰不怕张邦昌耍手段，他对自己的实力有绝对的自信。况且这是在他的精兵大营，真有个什么事，这些宋人的议和使一个都别想活着离开。什么？你的意思是我金兵大营内有你大宋国师安插的奸细？下官调查过此事，只怕这人地位不低。哦，那你说说，我金人之中谁是你们大宋国师安排的奸细？这个下官就不清楚了，老夫也想知道啊，可那妖道武的死的不肯相告呀。完颜爷爷，下官为了大宋和大金的议和，已经展现出了绝对的诚意，您看是否可以减免一些议和金银？可以，你是个有诚意的人，本帅自然也不会为难你。
黄金2000万两，白银15000万两。若是你能查出此人是谁，本帅还可以再给你减一些。完颜爷，张相公，本帅已经给了你诚意，希望你不要得寸进尺。下官这就回去先和陛下商讨。下次过来的时候，本帅希望见到起码一位亲王，以及你们那位神秘的大宋国师。若是他们不来，你们也无需再派人过来了。元帅如何了？那个宋人怎么说？砸了你们！兔子都知道不吃窝边草，我们金营竟然出现宋人奸细。大帅，你是了解我的，在场的都是我出生入死的挚爱亲朋、手足兄弟，我是不可能做出那种事的。大帅，你是了解我的，如果是我，不会让这人活着来告密。大帅，你是了解我的，我信仰长生天，绝不会和卑鄙狡诈的宋人为伍。别看着我呀，大帅，你是了解我的，如果是我出手，对，我没有手啊，大帅。行了，别吵了，都下去吧。本帅想静静，这奸细到底会是谁呢？难道是完颜娄氏？不可能啊！叔父可是同宗，绝不可能背叛。哥让太原3镇赔偿2000万两黄金，15000万两的白银。张邦昌，这就是你给朕谈下来的议和条件。你干脆把朕的大宋江山直接送给金贼算了。大王，你来抓我呀！大王，我在这儿呢。谁呀？真扫兴。薛公公啊，一大早找贫道何事？国师，该上朝了，议和使回来了。陛下龙颜大怒，陛下让我喊您立马去早朝。诸位爱卿都听到了吧？这就是张少宰给朕谈下来的议和条件。陛下，太原、中山、河间3镇皆为我大宋门户，臣认为3镇不仅不能割让，还要加派兵力严防死守。一旦3镇有损，以女真铁骑之快，我大宋再无抵挡金兵的可能。陛下，金人狼子野心，路人皆知。若是答应他们的条件，与将大宋江山拱手相让何意？如此议和不如不议。陛下，李相公言之有理，但议和于我大宋也是极为有利。臣以为不如加钱给金人，以换取不割让3镇。陛下，以金人的强势，他们绝无可能同意此事。臣以为，若是签订议和盟约，金人便再无出兵理由。若可以不打仗，3镇给他们又何妨？陛下，微臣反对。微臣弹劾尚书右丞张邦昌，他面对金人卑躬屈膝，有损我大宋国威，才使得金人狮子大开口，提出如此无理要求。3镇不可割让，若非要割地，最多也只能割让燕山。坏事！秦桧这家伙怎么出来了？完了！国师交代的事情没处理好，这可咋办？你说吧，怎么回事？国师，老夫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老夫亲自下的命令，让人把他给关了起来，后来忙别的事情给忘记了，没想到这小子竟然被放了出来。难道秦桧这老贼也是气运之人，弄不死？陛下，贫道以为他说的很有道理，不过割地是绝对不能。如果金人非要赔偿的话，不如把文太郎秦相公一并赔给金人。与其让这家伙留在这里以后祸害大宋，不如让他祸害金人去，完美。国师这是何意？下官怎么赔给金人？我又不是美人，更非皇族，又不值钱，金人要我干啥？怎么不能？且不说你是朝廷官员，身为大宋子民的你，那就是我大宋资产，金人要大宋的赔偿，把你赔给对方有什么问题？你要是觉得自己不值钱，那就少折算一点嘛。这么大一个人，金人总不至于1两银子都不给折算吧？国师，莫要与下官开玩笑，怎么回事？我什么时候得罪国师了？陛下，金人提出第2次议和，需要我大宋派遣1位亲王和国师同往。议和条件，臣以为都可以再协商，或许国师神通广大，能以最小的条件和金人达成议和条件的。等死吧你刚刚坑杀了金人5000骑兵，只要你去，金人肯定不会放过你。你要是不去，大宋上下都不会放过你。亲王嘛，朕那坑儿子的老爹那么能生，亲王有的是，死了几个他都不会心疼。至于国师，可就这么一个呀。若是亚父有个好歹，朕还怎么活啊？不行，朕不能没有亚父，江山社稷不能没有亚父。此事明日再议，宣各位亲王来御书房觐见。诸位爱卿先退朝吧。亚父，不知你可有什么想法？陛下，贫道可以过去，但要把文太郎秦桧也带上。此人留在汴京，会影响我大宋国运，不如把他送给金人。准奏。陛下，康王殿下求见。快让臣弟来御书房。陛下，臣弟愿前往金军大营，与国师共同参与议和之事。九弟，金人狡诈，你身为大宋亲王过去议和，可是有可能遭遇不测。陛下，臣弟身为赵家人，如今恰逢国难，对外无法领兵作战驱除大陆，对内无法安抚民心铲除奸佞，终日惶惶责怪自己无能，不能为皇兄分忧。如今既然金人提出必须要亲王过去才可议和，若可使金人退兵，臣弟纵然一死又何妨？
好，既然九弟有此心，为兄便不再阻拦你。在确定好议和人选之后，赵桓还派遣了大内高手，让他们无论任何情况下都要优先保证国师的安全。另外，赵桓还让张叔夜准备了骑兵策应，万一金人不讲理要对使团不利，他好立马出兵，不计代价的把国师给抢回来。祖王，康王殿下来了，在三清殿内有大半个时辰了。去请他过来吧。不知道康王驾到，贫道有失远迎，失礼了。岂敢劳烦国师大驾，国师道法高深，本王敬佩的很呐。试问这天下何人能比国师修为？康王殿下谬赞了，贫道不过些许微末手段，怎敢称天下第一？国师谦虚了，国师若说第二，天下谁敢说第一？听闻国师看相之术已登峰造极，不知道本王有没有这个福分？新的国师一看，本王来东京之前特地找人算过，算命先生说本王面带天人之相，掌中握有乾坤，将来必然是掌权天下之人。康王殿下出身皇家，身为龙翼面相，自然是极好。国师可否详说？康王殿下面相整体来看不错，不过若是细说的话，细说如何？国师但讲无妨，本王爱听，快说。康王殿下耳垂如坠珠，此乃福德深厚之相，可惜耳廓狭长，耳尖过于尖锐，只怕是听不得逆耳忠言。你放屁，说的根本不准。什么国师相术天下第一，你是瞎吹的吧？本王岂是那种人？本王这个人最爱听真话。眼睛狭长不露光芒，是个心思缜密，志向远大之相，可惜却过于狭长，难免会野心膨胀。谁野心膨胀了？本王没有野心，本王只是想当个皇帝而已，一点野心都没。康王殿下面上迁移宫升横纹，此乃终身漂泊，无处落脚之意，可不是吗？金人一来他就跑，整个历史上就没有比他迁都更多的皇帝，甚至给金人刷出了搜山捡海捉赵构的历史最高成就。不听了，没有一句本王爱听的。天色也不早了，本王叨扰许久，怕是影响国师休息，今日就先告辞，他日有机会再来与国师论道。我还没骂完，不，我还没给你看完面相呢。祖王，这是康王给捐的香油钱，早说嘛，早说带了钱来，我不就能说点好听的了。高饼，明天你去我书房随便选本书送到康王府。亚父万事小心，以你自己安全为重。如果真到了危急关头，亚父尽管答应他们的条件，你先活着回来，咱们再反悔。陛下心里的底线是什么？虽然虾仁压根没想议和，也没想给金人一分钱，可虾仁也想知道赵桓的底线。如果实在不行，就按照议和的路走，起码议和成功，大宋还能有10多个月的喘息时间。澶渊之盟，大宋与辽人签订的议和条件是，我大宋每年给辽宋岁币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朕最多只能给他们白银15万两，绢30万匹。澶渊之盟拿金兵围城和澶渊之盟做比较，你是个会做生意的人，这个条件都不如不提。算了，还是自己随机应变吧。陛下如今冬雪未消，天气寒冷，龙体为重，不必再送，快些回去吧。亚父，朕等你安全回来，你一定要安全回来啊！亚父，没有你朕怎么活啊？亚父。国师，前面就是金军大营了，还不错，速去通知一下金人。奸贼，大宋有这种东西，怎能赢过金人？尊子相公慎言，是也啊！你瞧他那狗腿的样子，对待攻打我大宋的金贼这般谄媚，可有半分大宋士大夫的风骨？元帅有令，让尔等送人下马下车入营。放肆！我大宋国师和康王殿下亲自前来议和，代表的乃是大宋朝廷，你金人怎胆如此无礼？若你们无意议和，我们这就离开，速去禀报你们元帅，就说贫道虾仁来了。他若是不出来迎接，贫道马上就走。看不清形势是吧？拿捏谁呢？虾仁，你是那位大宋能请真神的国师？国师，请稍等。这位就是传说中的大宋国师。不论他什么身份，这份气魄倒是不错，起码没有丢了大宋威仪。他果真这么说。元帅不要介意，虾仁此人生性狂傲，除了我大宋陛下之外，他谁的面子都不给，并非刻意针对元帅。倒是有点意思。真正有本事的人，有些脾气不奇怪，无能的人才会卑躬屈膝的谄媚。走吧，都随本帅去见识见识这个所谓的大宋国师吧。哪位是大宋国师虾仁？贫道正是。你就是大宋国师，本将军瞧着你也没个什么厉害的样子，看你瘦弱的跟鸡仔似的，还没我手下的一个兵强壮。
这是给我下马威啊！这位将军说的不错，贫道的确瘦弱，修炼我道家秘法，炼肉化精，炼气化血。若是太壮，那只能说明是平庸无能之辈。这位将军既然有缘，贫道送你一卦吧。看你印堂黑气缠绕，血光弥漫，怕是有血光之灾，性命之忧。贫道劝你最近还是待在营帐之内比较好，命运会否与卦象如一？拭目以待吧。光什么高人？你们送人愚昧，会被你江湖把戏欺骗，本将军可不会。干什么？你们想破坏一河吗？怕了吗？本将军听说你们大宋国师有金刚不坏之身，铜皮铁骨，刀剑都伤不了，不过是有些好奇真伪，想要试一试罢了。看你们这般反应，似乎已经证明了传言不真。你们大宋皇帝就被这么一个江湖骗的戏耍的团团转，你万大宋不灭，算无一策，真是算过的卦里最烂的八字。五谷孙元帅，五谷孙将军没气了。贫道都说了，他印堂发黑，有性命之忧，怎么就不信贫道呢？瞧瞧，哎，怎么就不相信贫道的话呢？贫道向来算无一策，真是的，白虾长这么大个了。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他这性命之忧，合着是你自己来的？照你这么算，那怎么可能不准？说人家有血光之灾，上去就把人家给嘎了。完了，完犊子！上来就杀了完颜宗翰手下的副将，这一和还怎么谈？我要杀了。杀什么？我说我要杀只羊给大宋使臣做午饭，太可怕了！这个大宋国师不愧是能让天神下凡的人，真的是太可怕了。他的眼神好像要吃人。大宋国师，请入本帅的大帐交谈吧。那就有劳元帅了。咱们这位国师路子一直这么野吗？哈哈哈，国师这是真性情，宗泽相公不必介怀。您刚来开封府，对国师还不熟悉，等以后和国师多接触，您就知道国师真是天人也。国师的本事和手段之中，这只是最微不足道的一招。是吗？老夫还真有点好奇。你这么说，意思就是没得谈了。贫道还是把你们想得太好了。我现在讲一句，你们没有资格在大宋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地位出发与我大宋议和谈话。无论是从前的秦汉盛唐，还是当今大宋，你们都没有这个地位，因为我们大宋是不吃这一套的。没关系，我大宋秦王军队不日便可到达，届时相信完颜元帅会重新考量议和条件，或者后悔今日的冲动。来了又如何？来了就打。难道我女真二郎还怕你们的秦王军队吗？你们宋人的守城禁军也不过如此，除了会踢个足球，也就只能仗着地势之力打个守城战了，都不敢出城与我们一决生死。那秦王军队难道还能比你们开封足球队更厉害不成？他们不来也就罢了，若是真的来了，保管叫他们有来无回。我们女真打大辽跟完似的，而大辽7000残兵就能包围你们15万大军，就你们这种弱鸡，还不是任由我们金人拿呢？我刚刚是不是太嚣张了？反正我们不怕打仗。皇帝不差遣恶兵，你们要是觉得粮草足够耗下去，那就尽管试一试。我看说到这里也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若是完颜元帅固执己见，一步不肯退让，那贫道就回去给陛下回话了。我怎么就固执己见，一步没有退让了？我这还没退吗？一上来就杀了我的大将，如今都没说你什么，黄金和白银还都给你减了大半，这还叫没有退让？夏国师，你跟本帅说句实话吧，你们的诚意到底在哪里？如今军队中厌战情绪弥漫，尤其对大宋国师更是畏惧如虎，都不用看那些士兵，光从这些大将的反应就能看出来，平日里这些一个个勇猛无敌、以一当十的大汉，如今却连和虾人对视的勇气都没有，这还怎么打？继续打下去，吃亏的只能是我们女真人。割地免谈，黄金不给，白银顶多20万两，就这条件，爱要不要？不要就打。20万两。国师，你是在和本帅开玩笑吗？20万两白银打发叫花子呢？本帅手下有10万大军，一个个累死累活的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冲锋，结果打了这么久，最后每人就分不到2两银子。夏国师，你这话是否代表了大宋朝廷？
若是完颜元帅愿意好好商量，条件可以再谈一谈，20万两，本王都觉得寒酸，这也拿不出手啊，不符合我大宋的气质。本帅这还不够好好商量，你们搞清楚啊，是你们宋人没有个好好商量的态度好吗？200万两白银，10万两黄金，外加中山府，这是本帅最后的底线。若是这都不同意，那我们只能拼个你死我活。你们大宋是有秦王军队，可别忘了我们大金也不是没人。哼，本帅算是看出来了，别人怎么说都没用，关键还是看这虾人的态度，甚至这个大宋国师的态度，还能影响大宋皇帝的态度。只要他同意，一切好办；若是他不同意，本帅相信你虾人是真有本事，可本帅就不相信你能是神仙，还能从我10万金兵的包围中杀出去。杀气，看来若是今天谈不拢，这完颜宗翰不会让我活着离开了。若是杀了自己，金人的士气必定大振，而大宋可想而知，也许会比前世还要惨烈。想不到不知不觉，自己的身份地位已经到了能决定战局的地步。前2个贫道可以答应你，不过割让中山府，贫道却不能做主，这需要请示我大宋皇帝陛下。行，那你派个人回去问你们的皇帝。至于国师，你不如就留下来，品尝一下我东北特色烧烤。若是完颜元帅觉得贫道能值一个中山府留在这里，贫道乐意至极，不妨告诉完颜元帅，这天下间除了贫道，无人能说服陛下割让土地。呵呵，谁人不知你大宋国师的身份地位？本帅相信你能说服你们大宋皇帝，可本帅觉得你留在我这里，你们大宋皇帝更能考虑周全。怎么，夏国师是看不起我们女真人不想留下来，还是不敢呢？你们都回去吧，贫道留在这里，告诉陛下，无需为贫道担忧。这怎么能行？国师你回去，老夫留下来当人质。胡闹！你一把年纪留下来干什么？喂马都嫌你年老体衰，贫道就留在这里，谁都别劝，你们尽管走。真是的，我怎么把这个给忘记了？国师会腾云驾雾呀，金人怎么可能留得下他？宗子相公，你不要再说了，咱们还是回去禀报陛下吧。既然如此，那国师就留在这里吧。本王回去后，定会亲自和皇兄禀报此事。你们尔等贪生怕死，可是丈夫所为。张伯奋，你身为武将，却如此行径，真是有辱你父亲的门楣。不行，国师不可留下，我留下，让国师走。一个个都是些什么东西？国师都瘦弱成什么样子了？怎么经得起金人的折腾？把国师留下，这不是羊入虎口吗？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哦，竟有此事，还能这样？行，国师保重，老夫回城后会准备好酒菜为国师接风洗尘。总觉得不对劲，这也太不对劲了。那宋人小将和那宗泽老头到底说了什么？怎么能让这个倔脾气老家伙一下子就改变态度呢？难道这虾人还真有什么神仙之术，能从这千军万马的金兵大营中不动声色的离开不成？等一下，严帅，依属下之见，不如让夏国师回去请示他们的陛下。哎，不，还是让他们走吧，让贫道留下来。贫道在我大宋皇帝陛下面前还是有些分量。若是陛下知道我在金营中，想必会更容易同意割让中山给你们。本帅觉得夏国师你还是回去请示你们皇帝比较好，这样让你们的亲王留下。听说这次过来的康王赵构是你们大宋皇帝的弟弟，太上皇的亲儿子。不是，虾人都答应留下来了，你们就留着他啊，留本王干什么？不好，还是贫道留下吧。国师怎么不敢让康王留下？莫非国师刚才答应的议和条件根本不是诚心答应，而是缓兵之计，准备回去反悔吗？怎么可能？贫道乃是出家之人，不打诳语，一诺千金，怎么可能反悔？既然如此，议和成功，我们便化干戈为玉帛，康王留下又有何问题？这行吧，康王殿下不必担忧，你是身怀气运之人，自有天道庇佑，绝对不会有危险，放心，稳稳的。夏国师尽管放心，只要你们宋人守信用，本帅绝对不会为难康王。气运之人是吧？行。钦惠国师，康王殿下皇亲贵胄，独留金营未必习惯。你聪明机警，才华不俗，就留下来照顾一下康王殿下吧。是，下官一定不辱使命。一个是不知道咋想的康王，一个主战派的嫩头青，让他们留下来，万一破坏和谈怎么办？不行，得找人看着他们，千万不能让他们得罪金人，破坏议和。再说了，留个自己人在，就算他们真的得罪了金人，也好及时补救。可是留谁？莫非是内奸的事情有线索了？当着宋人的面没办法说出口是吧？行，你也留下来吧。既然完颜元帅开口，那张相公便留下吧。这怕是不妥，我在朝中尚有公务需要处理。哎，张相公不必担忧，不过几日而已，耽误不得什么公务。况且如今朝廷不缺人手，即便你不在，一切事务都会有人处理，尽管放心。陛下，国师回来了，在外面候着呢。亚父，真的是你吗？
你可无碍，朕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金人不曾为难你吧？陛下放心，区金兵大营，贫道来去自如。他们便是为难又如何？陛下，的确有不知死活的金人要给国师下马威，可国师一出手，直接大杀四方，当着完颜宗翰的面以法术杀了他的爱将，镇住了那帮金人。国师出手后，完颜宗翰和他手下的骄兵悍将没一个敢吱声，就是有点可惜，没看到国师展示上次的腾云驾雾的法术。光是听一嘴，就知道当时场面有多热血，有多解气。不愧是我亚父，即便再精英也如此威武霸气。有亚父震慑金人，看他们还怎么作乱。对了，怎么只有你们几个？其他人呢？什么金贼怎敢如此？亚父这可如何是好？康王也好，张邦昌也罢，谁都比不上一个中山府的分量重。但是张昌邦死了就死了，可是康王毕竟是朕的亲弟弟，若是不救，岂不会落得天下唾弃，史书污名？陛下，祖宗疆土岂可割让给来犯之金贼？若中山府有失，届时金兵来犯，死的就不只是一个亲王、一个尚书右丞了，而是千千万万的百姓，无数的大宋将士，甚至还有整个大宋朝廷和皇家宗族。请陛下暂放亲情，以家国天下为重。宗泽相公，快请起！朕并未说过要割让中山府。陛下，宗泽相公不必着急，康王殿下命不该绝，他自有自救之法。如今我们只需拖延即可，不出1月，贫道保管金人自行退兵。虾仁记得前世金人好像就是靖康元年，带着大宋给的巨额金银以及割让3镇的协议离开，而迫使他们离开的不只是金银，还有大宋的秦王军队。而今大宋这边又歼灭了对方5000人女真骑兵，此消彼长之下，他们肯定更会有所忌惮。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稳住，苟起来，千万别怂。这时候谁怂谁输，只要不送就不会死。1个月，陛下，我开封府城池固若金汤，固守1个月不成问题。唉，不是朕不愿意，而是你们自己看吧。金兵围城多月，现在国库存粮不多了，最多也就只能维持半个月了。不只是粮食，就连兵源都有些不足。打了这么久，虽然是守城占据优势，可死的人也不在少数。就连高俅王宗楚带领的那帮酒囊饭袋，都已经安排到城墙干活了。兵源的事情好解决，开封府的百姓可比朝廷这些官员有血性。只要陛下下诏，开封府的百姓人人皆兵。可不是嘛？历史上也确实如此，开封府的百姓都愿意为了保卫东京死战。在赵桓下诏书给百姓发放武器，自发为战的时候，那可是迅速的拉起来10几20万的民兵。甚至在靖康之耻发生后，北宋灭亡的时候，有数万百姓跳崖殉国。大宋朝廷从不让人惊喜，可大宋百姓却从不让人失望。就算兵源可以补充，那粮食怎么办？粮食仍旧是个棘手的问题。朕现在自己都缩衣节食，一顿才吃2碗饭。可否请陛下下诏，向官员和城中富户募捐粮食？朕已经下过诏了，收到的粮食却少之又少，不用强硬手段，谁肯拿出自己的保命余粮？别说让他们拿出来，他们不去和百姓抢粮，就已经算是道德模范了。可若是用上强硬手段，在这般情况下，只怕会激起民变，到时候更麻烦。陛下勿忧，粮食的事情贫道来想办法，兵源的事还请陛下下诏。陛下，老臣虽年迈，亦可举剑杀敌，请陛下允许老臣与将士们共同守城。宗泽相公，你的忠心朕知晓，可你毕竟年事已高，朕怎么忍心让你去守城墙？开封府的青壮年又不是都没了。宗泽相公还是坐镇后方吧。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老臣虽然年纪大，可体力并不比青壮年差，请陛下准许老臣请战。宗泽相公不必再争，以你的才能，若是让你去城墙督战，不过是多了一个兵卒，岂非大材小用？陛下，眼下太原战事焦灼，一旦太原有失，河北磁州一带便是战争前沿，是对抗金贼的仅存门户。依贫道之见，可让宗相公去磁州驻守，在磁州一带招募义兵，统战河北，抵御金贼。准，封宗泽为磁州知府，河北义兵都总管。宗帅，贫道来为你送一杯践行酒。宗帅。宗相公的古南赋重修会侯义，纪妙计，借景抒情，壮志难酬之心，贫道甚为动容。您借汉末巴蜀郡太守严颜隐喻自己，宁做断头将军，不做投降之臣，如此忠勇大义，难道撑不起这声宗帅吗？据我者，国师也。宗帅尽管放手去做。只要贫道还能在陛下面前说得上话，就绝对不允许有任何宵小奸佞之辈扯你的后腿。国师，大宋有国师福大杀于将倾，救国假于危难，坐镇朝廷，震慑奸佞，老夫放心。大宋还有救，还有得救。宗帅，这是我的私印信笺，若是您有什么事情，或者上奏遇到阻碍，尽管给贫道来信，贫道定会以最快速度呈给陛下，您切不可因此损伤心神。
国师可是算出了什么？莫非是老夫？不，宗帅不必多忧，贫道冠你气色红润，头戴红光，那是福寿长存之相。哈哈哈哈哈！那就借国师吉言了，老夫也不求什么福寿长存，愿以老朽之躯为大宋保卫山河。若与金贼死战，纵然马革裹尸也是痛快。老夫并不怕死，只怕死的没价值。若是可以死在战场上，死在金贼的弯刀之下，死在金贼的马蹄之下，那也无害。唯怕死在奸佞之中，那才是真的憋屈。宗帅莫要存此想法。你要保重自己，你是帅才，怎可行兵卒之事？以你的才能统战全局，才是对大宋有利。而今太原战事焦灼，开封府自救无门，一旦太原有失，河北磁州一带便是战争前沿，是对抗金贼的仅存门户。宗帅可要保重自己，大宋的门户就交给你了。太原若有所童贯恶贼其罪当诛，若是他肯听马扩的话，早做防备，太原战局怎会如此艰难？宗帅放心，童贯恶贼一定会伏法，陛下已经下令诛杀，只不过如今他跟在太上皇身边，被太上皇庇佑，这才让他苟延残喘。不过他终归是要回来的，届时贫道会向陛下请旨，将这恶贼的头颅送到太原，让宗帅亲眼看一看这恶贼的下场。虾仁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能力，他只是本能的尽自己全力去守护这个大宋，他也只想多劝劝宗泽，希望能改变他抑郁而终的结果。当然，他更希望的是能给岳飞完整的一生。好，老夫等国师的好消息，时辰不早了，宋军千里终须一别，国师我们干了这杯，就此别过吧。高炳啊，你说这开封府现在谁最富有？上哪去找粮食好呢？祖王，我爹有钱，我家府内还有好几个粮仓，祖王可以先去我家看看。祖王，我爹真的很有钱啊，我家有4、5个粮仓，都是我爹趁着开战之前囤的，囤了好多。他说准备打仗的时候，趁着粮价飞涨的时候暴赚一大笔。你可真是你爹的好大儿。师傅，您怎么亲自来了？有什么事情，让高炳通知徒儿一声，徒儿过去不就行了？徒儿，为师特意过来，是有件大事要通知你。什么大事？师傅，徒儿这几日可是日日遵照您的吩咐，沐浴更衣，清心寡欲，每日打坐站桩，不敢有半分懈怠，是不是可以跟您学习仙法了？修炼仙法不急，你的小命更重要。为师算到你有一劫，特来相助啊！我这都出家了，怎么又有一劫？师傅，这可如何是好？别慌，为师过来就是帮你度过此劫的。职场36计第1计，当你重点要忽悠一个人的时候，最好是在场人越少越好，人多了就会警惕，人少了心理防御更容易被攻破。求师傅指点，徒儿真的不想死啊！这样，你写个字，为师帮你测一下，看看如何帮你度过此劫。性命攸关的事情，就测这个命吧。哎呀！不妙啊！师傅，您老人家别吓唬徒儿啊，这个字怎么了？你看生的最后一笔为1，死的第1笔也是1，正所谓生死只在一线之间，你现在处境很不妙啊！师傅怎么办？您就直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这一劫要应在何处？正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一字便可概括天下。而站在天下之上的人会是谁呢？站在天下之上的人，陛下，太上皇。难道是陛下要杀我？未必是陛下。你要知道，如今的天下，陛下之上还有太上皇，陛下之外还有金人啊！为什么啊？师傅，徒儿该如何做事好？先别急，贫道来看看生路何在。六爻算尽天下事，梅花化解天下苦。火风顶卦9次，顶折足，大凶之兆啊！师傅，此卦何解？离为火，巽为木，此卦乃是木生火，鼎即烹调之象。你想想，鼎里面烹煮的是什么东西？鼎中烹煮的是我。吓傻了吧你？你在为师面前站着，鼎内怎么会是你？你想一下，熊熊大火燃烧的鼎里面放的是什么？没错，就是你想的那个。说出来，说出来啊！我想到了，是肉，这羊肉。肉你个头啊肉！穷的都吃不起糠了，还肉呢，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倒也没错，肉也为粮，鼎内烹煮之物便是粮食。贫道算来，你的渡劫之法就在这个粮食上面。木在下，火焰在上，岛主鼎内之物，这代表了什么意思？哼，什么意思？代表了鼎内之物需要焚化送出，否则便会酿成灾祸。易经有云：此卦乃是烈火焚鼎，鼎断足而倾覆。滚烫之物虽是美味，亦可是杀人之烈焰啊！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藏了什么烫手的东西？那东西就是能要你命的灾祸。我藏了东西？我没藏什么东西啊！哼，你最好想清楚，为师能为你争取到的时间不多了。难道是粮食？师傅，徒儿之前藏了5个粮仓的粮食，难道是这些东西？哦，应该就是这东西。如今国库粮仓已经见底，城中粮价飞涨，不论是陛下还是百姓，都快被粮食逼疯了。你藏了这么多粮食，这不是福分，而是祸端啊！你想想，假如陛下和发疯的百姓知道你藏了那么多粮食，他们会怎么看你？会不会对你下手？况且城外的金兵粮食应该也不多了。若是他们发疯，一般攻破开封府，你那5个粮仓的粮食，那就是催命符啊！师傅，这可如何是好？我赶紧把这一批粮食脱手如何？以如今的粮价也能赚不少了。徒儿本来打算等再过段日子，粮价再高一点放出去，只要金人不退兵，城中的粮价一定会越来越高。贪死你得了，蛇心不足，人吞象。你若是想死，尽管这么做。请师傅指教一下，徒儿该怎么做？依为师之见，你主动去找陛下无偿捐出这些粮食，一来你在危难关头为国出力，纵然之前有再多过错，陛下也会念在你雪中送炭的情分，对你网开一面，甚至还会嘉奖你一番，官复原职也说不定。第二，现在城中缺粮，你手握这么多粮食，盯着你的人可不少，你若是出手，必定会有人眼红针对，届时只怕你有命赚没命花，捐给陛下就没人敢说你什么。太痛了，那可是5大仓的粮食啊！老夫光买这一批粮食就花了不少钱，捐了的话连个本都收不回来。算了，陛下都能诛杀6贼，只怕也不会介意多杀我一个高俅。若是捐出去还能官复原位，那也能再赚回来。既然师傅开口，徒儿必当听从。我现在就进宫去找陛下捐粮。高俅的5个粮仓是私仓，虽然粮食并不少，可相比较城中军队的消耗来说，5个粮仓也只是多撑个10来日而已。算起来也就只能支撑到1月底2月初。虽然距离秦王军队到来差不了几天，但是战场上几天的时间就可以扭转一个战争局面。国师怎么坐在这里唉声叹气？何事发愁？跟兄弟讲讲，说不定兄弟还能帮得上忙。国师这么神通广大，能有什么事情难得住他？粮食啊！如今国库存粮不多，贫道在陛下面前接下此事，还需要筹备一批粮食才行。王总，你也是豪门大户，家大业大，不像贫道我啊，一贫如洗。还真是瞌睡了就有人送枕头。作为宋徽宗皇后的母族，大明第一战神，呸，大宋第一战神，家中世代为官，我就不相信高俅都知道囤粮，你老王家就没有囤。没关系，我交朋友不在乎钱，反正都没我有钱。哦，那家里也应该存粮了吧？金军围城3月，守城将士粮草告急，满朝文武不思报国捐粮，反而在城中粮食最短缺的情况下，肆意囤粮炒作，一时间城中粮价堪比黄金。不是你说你要是自己没粮食了，做兄弟的肯定不会让你饿着，你要吃多少咱都有。可要给军队征集粮草，那就不是1辆车的事了。就我家囤的那点粮食，就算全拿出来，也支撑不了几天，杯水车薪根本没用。当然了，主要还是少赚银子了。王总，这里只有咱兄弟俩，我才跟你说句实话。贫道昨夜梦见古神后寄托梦，他老人家说大宋国运不该断绝于此，更不忍心奋勇杀敌的忠勇儿郎因为粮草不足而忍饥受饿，所以会险胜降一批粮食给贫道。贫道之前也算过，就算没人捐，粮食的问题也一定会解决。国师，你这都有解决办法了，还问我干什么？哼，你不信是吧？行，7天之后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7天之后，国师，7天之后会发生什么？
你不懂，有些天机贫道没办法跟你说清楚，也就看在咱们兄弟情的份上，贫道这才冒着被反噬的危险提醒你一句：粮食是用来吃的，不是用来炒的。所谓缺粮，其实就是古神后继的一种考验。他老人家托梦说7天内会在皇宫外的小护城河岸边显露神迹，届时善恶当场有报。兄弟跟你说这个，你以为真是惦记你那点粮食吗？兄弟这是给你一个跟神仙搞好关系的机会。哎，算了，既然你怀疑我们之间的兄弟情谊，那以后我跟你多说一句，我是狗。虾仁深知，像王宗楚这种出生在金汤匙里面的二世祖，你跟他讲大道理没用，从来没有过苦日子的人，无法理解，更无法想象国破家亡之后的下场。所以，与其给他讲道理，不如直接跟他扯玄学。哎呀，博士，我怎么可能怀疑你呢？不就是粮食吗？那些身外之物，能有你我兄弟之情重要吗？别说古神显圣，就算是你直接开口，兄弟我还能不给你吗？博士放心，这事情我肯定不和别人说。粮食我除了自己吃的之外，别的一点不留，全捐了。东西都放好了吗？放好了，祖翁。我们现在去哪里？走，去皇宫外的小护城河。来，把这些东西倒进去。好嘞，祖翁。开封府内水系发达，虾仁之所以前面说7天内河边会显示神迹，就是因为此处很适合种植豆芽。护城河的水会直接从地下沁进去，等黄豆吸收了水分膨胀发芽，神像便会慢慢破土而出，好像从地下生长出来一样。这可是古代忽悠人最传奇的神迹之一。做好了这些后，虾仁就等着王宗楚去发酵传言。但虾仁觉得光靠王宗楚还不行，于是次日中午，虾仁直接坐在了三清殿内，开始新一波演戏。他需要让流言传播得更猛烈一些。虽然他并不想薅老百姓的口粮，但为了让那些真正有粮食的人相信，也只能这么做了。祖翁何故叹息？贫道只是痛恨自己无能，没法保住我大宋全部的黎民百姓啊！祖翁这是何意啊？贫道昨夜施法，神游太虚，恰逢群仙聚会，便告知他们，如今大宋国难当头之势，求他们出手搭救一二。祖翁，这不是好事吗？您怎么还叹息？可是那些神仙说了什么？哎，贫道求了半天，最终求到古神后继的帮忙。古神说福祸无门，为人自照。大宋这一劫难，本就是为了天地减负，所以即便是他也不能保佑全部，只能保佑一部分的人。啊，那古神要保护什么人？古神他老人家的意思是，到时候他会分出一道分身降临凡间，亲自检查众人的贡献，谁最心诚，自然就会保护谁。不仅会在这次灾难中保护他们的安全，更会在灾难过后保佑他们福寿绵长。那怎么贡献呢？怎么才算是心诚？古神后继乃是粮食之神，他最看重的便是粮食。若是你给金银，那便是不用心；而你若是有1碗米，你除了自己口粮之外，剩下的都给古神，那便是心诚。不过你也要记得，若是你有多少给多少，为了求古神庇佑，连自己口粮都给出去，那就是谄媚，谄媚便是心不诚。贫道这么说，你明白了吗？祖翁，我听懂了。论心不论迹，不是给的越多越好，而是给出自己能给出的最大诚意就是最好。不错，孺子可教也。对了，祖翁古神分身会在何处降临呢？这个嘛，天机不可泄露啊。祖翁真的不能悄悄透露给我一点吗？罢了，就悄悄跟你透露一点线索。古神掌管天下粮食，你说粮食最喜欢什么呢？是水。水养万物，粮食自然不可或缺。若要寻古神，须向水之根。你们说古神分身降临这事会是真的吗？你看看你在说什么话？国师亲口所讲，难道还能有假？就是国师那可是连天帝都能请下来的人，难道还请不来古神？可是这不是太巧了吗？陛下刚刚下诏募捐粮草，国师这不就对上了吗？缺粮食，所以国师才求古神下凡，不然国师为什么不求别的神呢？就是看你长得精明样子，怎么这都想不明白？难道古神会缺粮食吗？依我看，其实就是古神对我们的考验，说不准贡献出多少粮食，最后还会翻倍回来。哎，别提醒他，让他傻着吧，我们自己去捐，到时候古神就能多注意我们一些。对啊，到时候祈福的人多了，古神万一保佑不过来怎么办？你别去啊，你可千万别去，这就是个坑，我们自个儿去。我凭什么不去？我相信国师，我是国师的忠心追随者。这个道观只有3个人，却因为一段话影响了全城300万人，直接开启了大宋大寻找时代。想要古神的赐福吗？想要的话，就去有水源的地方寻找吧。我把古神的一切都召唤在那里。薛怀恩，你说古神会在皇宫内降临吗？官家若想知道，请国师过来一问，不就知晓了。不妥。亚父如今正在筹备粮草，加之古神降临，必然需要亚父做法，怎可因为这一点疑惑，便劳烦他亲自过来？官家何不以出宫视察民情为由，微服私访？
微服私访。对，如今国难当头，金兵围城，朕是要出去看看百姓们的生活如何。官家真是明君，体恤民心，那奴婢这就安排。官人，咱们去哪里？古神生养于水，便沿着水走吧。什么东西这么香？官人，码头那边有个面摊，香味应该是从那边传过来的。哦，走了这么久，还真有点饿了，咱们看看去。这味道真不错啊，掌柜的，你这面飘香十里，把我都给吸引过来了。哎呦，客官您来了，里面请，您要吃点什么？正在做的这是什么？给我们来几碗正在做的这个吧。那个是饸饹面，客官稍等，马上都好。掌柜的，现在不正是饭点的时候吗？我闻着你这面的味道也不错，外面这人流量也可以，怎么却这般冷清？客官，看您的穿着打扮，应该是富家子弟。您不知道现在的世道，开丰富的粮价一天翻一倍，谁还吃得起饭啊？我们的乘凉都吃得要见底了。我那本来就是为了码头那些工人开的实事，主打就是一个经济实惠。可自从粮价飞涨以来，我也没办法，只能跟着涨价。可您瞧瞧那些苦力们，一天才能挣几个钱，现如今一碗面都能吃掉3、5天的工钱，谁舍得啊？熬过去就好了，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那倒是，听说国师为了给我们筹集粮食，上天请了谷神下来帮忙，也都那几天谷神的分身都会降临。掌柜的神，国师神，怎么回事？何故慌慌张张？有话慢慢说。河边倒霉渣的地方有神像长出来了。什么？竟有此事？快带路！哎呦，我的官人，愣着干什么？快跟上，保护官人！就是这里，您看。哦，果真是古神分身！快，把煤渣扒拉开，让我认真的看看。住手！别动！万一那真的是古神，我们凡夫俗子不懂规矩，冲撞了真神怎么办？对，快去请国师！都让让！国师来了！国师，您看，那可是古神分身。本以为需要7天左右，没想到这面馆无意间倒掉的废弃煤渣给地面增加了保暖，竟然加速了黄豆的发芽，看来还真是天助我也呀！国师，这是我发现的，我第一个发现的，看我厉不厉害？亚父快夸夸我啊！不是，明明是我第一个发现的。你这小孩怎么乱说话？明明是我家官人发现的，你记错了，是我家先发现的，是吧？没错，是这位相公先发现的。国师，您给看看，那是古神先生吗？不急，贫道来看看。古神降临，贫道有礼了。您说，贫道洗耳恭听。国师真牛逼啊！唯一能和神仙沟通的男人，大宋有国师庇佑，小小金人和足具也。这还用说？只见过时一见开天门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别说话，不要打扰国师沟通古神。古神放心，有贫道在此，定保你分身万无一失。这的确是古神降临的分身，诸位还请退避3丈之外，勿使古神被浊气污染。古神从上界天庭而来，这一道分身乃是他直接以神力凝聚。不过天庭和人间是有结界阻挡的，因此古神降下神力阻力非常大，需要不少时间凝聚，所以此处将会被化为禁地。在古神分身凝聚完成之前，不得有人惊扰此处。国师您放心，我们肯定不会惊扰古神。就是，这是国师为我们大宋请来了就行，谁敢搞破坏？我第一个不答应。我们天天都在这里等活干，我们帮国师看着，谁要是敢靠近，我们就把谁当金贼奸细抓了。国师，古神还要多久才能完全降临我们大宋？古神降临并非易事，诸位抬头看，那青天之上是广阔无穷的空间，青天之下则是有结界阻拦，横绝仙凡两界。古神即便是降临一道分身，也需要消耗极大的神力，若无补充的话，快则3、5个月，慢则数年时间。这么长时间的话，那岂不是大家都要饿死了？国师，那可有催动之法？我们怎么做才能帮古神呢？没错，我们怎么做能让古神快点降临呢？办法不是没有，不过光靠贫道之力却不行，还需所有人一起努力。我知道了，古神降临需要粮食。哦，
我家里还有些，我都留下我们吃的，其他的全给古神。你们放心，你们捐赠的粮食，古神不会白要，他一定会赐福给你们。今日捐粮供养古神，明日富贵粮仓丰满。不出1日，古神降临的事情就传遍了整个开封府，不少人都争相过来看热闹。众人那是眼睁睁地看着古神从地下一点点地长出来，早上和晚上的变化非常明显。这一幕让那些原本有些质疑的人也逐渐深信不疑，尤其王宗楚到场亲眼确定以后，更是欣喜若狂，当即大肆演讲起来。他这一开口，直接带动了豪门世家开始捐粮，而那些依附他们生存的富商也不敢怠慢。众人拾柴火焰高，哪怕城中如此缺粮的情况下，在这一番带动下，瞬间瓦解缺粮危机。双星半月，双星半月，那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啊！呸呸呸！老子一个21世纪好青年，怎么越来越迷信了？难道是赵构？难道是换人质的事情真的要发生了？不行，不能让赵构给跑了，他不死我睡不着啊！虾人想起来历史上赵构在当人质的时候，演戏假装自己是江门子弟冒充的皇室成员，故意给金人露出破绽，让金人发现以后提出更换人质，而他则趁机逃跑。真是完美！有了这封信，我看你完颜够死不死？你不是要假装是将门之子，冒充的皇室子弟，以此计策来让金人放了你吗？好，那贫道就让你如愿，给你来个将计就计。对不起了，岳大元帅，对不起了，韩大将军，借用你们的传奇故事用一用，我就不信这么大的名头安在你赵构身上，金人还能容得下你？高炳来了，祖翁怎么了？去把这2封信交给你爹。好，祖翁，我现在就过去。一边是金人，一边是康王，这可如何是好？对了，姚平仲是否在开封府？去把他给朕传召过来，朕有事交代。奴婢遵命。臣姚平仲参见陛下。相公免礼，朕深夜唤你前来，是有一事相商。请陛下明示。朕尚未登基之时，便听闻过姚相公的勇猛之名，如今金兵围困汴梁多日，不知相公可有破敌之策？陛下，金人久困开封府，我们依靠都城之力尚且粮食有缺，那金人补给无路，只怕是更加缺少。而今他们久战不利，若是拖延下去，自会不战而退。不过金人退走，只怕他日还会卷土重来。那依相公之见，当如何是好？若陛下信得过臣，只需给臣800精兵，臣便可夜袭攻下金营。姚相公，军中无戏言啊！800，再给我800，臣定将完颜宗翰的项上人头献给陛下。好，朕就喜欢你这样的人才，朕给你6000。若相公大败金军，拿下完颜宗翰的人头，便是封侯加爵之时。陛下，夜袭金营，此等大事非同小可，可须通知国师一声。不必了，姚平仲18岁就能带兵打得西夏毫无反抗之力，如今我大宋又有天神庇佑，这不是稳赢的局吗？赵恒不想什么功劳都算上虾人一份，金人在的时候，他必须要仰仗虾人，可他也要考虑金人走了以后怎么稳固自己的声威，所以决定瞒着国师，亲自谋划了这次战役。或许是对于此次决策感到十分满意，赵恒甚至兴奋的一晚没睡。然而今夜无眠的人不只是赵桓，虾人也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几日他总是有点心神不宁。难道真是所谓的气运影响？也罢，只要这次计划不被人破坏，肯定能一把除掉赵构。皇帝可以换，但赵构必须死，他不死我睡不着啊！祖翁，出事了！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情了？师傅，徒儿无能，那事情没办成。怎么回事？来书房说。师傅，具体的情况您问他吧。你把昨夜的事情再说一遍。回禀国师，我到达金营的时候，金营已经空了，我还没来得及洗澡，就看见我大宋的军队杀过来。我当时一看这情况，只能先躲开跑了。你确定是大宋的军队？我怎么不知道朝廷出兵了？算算日子，秦王的军队估摸还有半个月才能到，谁会在这个时候去夜袭金人？等等，夜袭金人，金人搬走了，俏泥瓦不会是那个家伙吧？你可看清楚旗帜，是谁带的兵？可是挂的姚字旗啊！对，我是料事如神，就是挂的姚字旗帜。难道真的是他？可是按照时间线，他不应该是第2次金兵围城的时候才过来吗？也不是，自己的时间线都提前了，姚平仲提前也无可厚非。高太尉，师傅，您有什么吩咐？你马上亲自安排一批高手去守住东北方向通往邓州的各个路口，给我拦着一个人。高炳，马上送我进宫。
在古代，皇帝每犯一次错，都会找一个大臣背锅，顺便还会打掉2颗牙，所以历史上就有了满地找牙这一说。而这个皇帝不一样，他每犯一次错，就会被一个神棍吊起来打3天。皇帝不仅不生气，还亲自草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哎，听说了吗？皇帝今早下罪己诏了。好端端的皇帝为啥要下罪己诏？你还不知道？皇帝昨夜瞒着国师偷偷派兵夜袭金营，结果中了金人埋伏，导致全军覆没。不是吧？我看官家自登基以来挺好的，比太上皇强，怎么会做出这种蠢事？你知道个屁！我听我媳妇的老公说的，人家在宫里当差，亲眼所见，皇帝是害怕国师在我们平头老百姓之中的声望会超过自己，所以才有了这波骚操作。后来呢？快说，快说！哎呀，急什么？我说还不行吗？国师，陛下昨夜睡眠不佳，这才刚刚睡下。若您无紧急之事，要不先回去，等陛下醒来以后，奴婢再向陛下禀告。无紧急事，天都要塌了，算不算急事？立马去请陛下出来，就说贫道有关乎大宋安危的大事。你这头上因为出兵，行了，不用你通报了，陛下是一个人。亚父，请陛下火速让种师道出兵接应姚平仲的残部，否则姚平仲带出去的那些人一个都回不来了。什么？亚父你在说什么？什么请从师道出兵？陛下，姚平仲此战必败。贫道昨日夜观天象，发现双星冲月，气压紫微。此时我大宋不宜出兵，只能固守城池。贫道这几日一直心神不宁，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却不想竟是此事。老子好不容易把你从靖康之耻的轨道上拉出来，你小子非要跳着蹦回去是吧？竟有此事，亚父怎么不早些同我讲？早些讲，陛下可曾给贫道讲这些话的机会？若非贫道今日算出，陛下还要瞒着贫道何时？亚父莫要着急，姚平仲少年英才，他18岁时便将西夏人打得毫无反抗之力，相信这次也能应付金人，即便打不赢，也不至于惨败吧。报，我有紧急军情要禀报陛下。陛下，末将乃是姚平仲将军麾下先锋官，昨夜跟随姚将军率军夜袭金营，不料金人早有防备，我军中了埋伏，7000人无一生还。什么？7000人竟无一人生还？如今开封城内本就缺兵少将，自救无门。贫道本以为靠着自己的威名，已经把金人压得产生厌战情绪，不敢轻易对大宋开战，再采用拖字诀迫使金人退兵，而后徐徐图之，光复中原。怎料皇帝你倒是会办事，直接给金人送的一手好人头，直接向他们证明了大宋还是那个软弱无能的大宋，即便有天地庇佑都没有用的大宋。哎，多日的布局造势，一朝尽毁。我计不成，乃天命也。怎么会这样？快讲国师后来怎么样的？快说，别逼我们动手。国师当时就请辞，说自己无能，学艺不精，算不出大宋祸福，要辞去国师之位，归隐山林。国师神通广大，那是能请天帝下凡，沟通古神显圣的圣人。若是国师都学艺不精，那还有谁能当得起国师？陛下可千万不能同意啊！国师就是大宋的顶梁柱，若是没有国师，金人早就攻打进来了。没错，陛下一定要留下国师啊！若是没有国师，谁来震慑金人？很快，这人身边围了一堆百姓，大家都爱听国师的事。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国师俨然成为了大宋的顶头，不仅给大宋朝廷带来了底气，更是给了大宋百姓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若是谁敢惹跑国师，就算是皇帝，百姓们也不会放过他。你们别紧张，如果国师真的走了，陛下还会下罪己诏吗？听我慢慢道来。陛下当即就跑下来，拉着国师苦苦哀求。亚父都是朕的错，此事错我赵还一人还不行吗？大宋不能没有国师，朕也不能没有亚父啊，都是我的错，我不该异想天开，错信姚平仲，更不该不听你的劝解。不行，亚父绝对不能走，亚父，朕保证绝无下次。看到没有？看到没有？陛下竟然哀求国师！看到了，2只眼睛都看到了，不仅看到陛下哀求国师，甚至还看见了陛下跟国师发誓保证呢。皇帝和臣子求饶，这是在我大宋算是头一遭了吧？欺猛了！刚刚还准备推卸责任让末将背锅的陛下，扭头竟然把错全揽在自己身上。别说大宋了，就算是整个历史长河，能做到这一步也没几个人啊！陛下，贫道实在无能为力，不能胜任国师之位。亚父，你不要生气了。
若是你都不能胜任，那天下还有谁能胜任？若说不能胜任，那只能是我赵桓不能胜任这个皇帝之位。亚父，朕一定吸取教训，绝不再犯，还不行吗？眼下自己还是个毫无实权的孤臣，朝堂上下又被得罪了个遍，在自己势力还没培养起来之前，还得继续依仗赵桓的支持，先以退为进吧。陛下若能吸取教训，那这一劫就不算白白发生。只是这一刻是那7000大宋好儿郎用血液书写而成，这个代价太大太沉重了。贫道作为国师，会在天师府为阵亡的将士们举办超度法会，希望能助他们早日脱离困厄，重入轮回，也希望他们不要怪罪陛下。亚父，朕错了，这次朕真的知道错了。着中书省拟朕草拟罪己诏，经朕亲自批示誊抄之后，昭告天下。朕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给大宋百姓和将士们一个交代。我的亲娘啊，国师也太厉害了，几句话就点醒了陛下。只希望陛下真的能吸取教训，以后有什么事情多问问国师。百姓们怎么都没想到，在大宋有国师这个镇国神器的存在后，还能在陛下的骚操作下打败仗。百姓们更加没想到，陛下竟然会为了国师下罪己诏，而他这一手直接给虾仁在百姓心目中封神了，还把自己给架在了耻辱柱上。嫂，咱们去天师府给国师立个长生碑。没错，国师大德，必须要给国师立长生碑。众人不知道谁提了一嘴，立马得到呼应。一时间，国师劝诫陛下的事情迅速传遍了开封府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在听到国师要给阵亡的将士们做法事超度的时候，百姓们更是无不动容的落泪。其中有不少阵亡将士的家属直接朝着天师府的方向跪地磕头，感谢国师的恩德。金兵围城，金兵围城，快去天师府找国师，快去天师府找国师。陛下投了吧！如今我大宋兵源空虚，城中今日又几乎损伤殆尽，而金人则势如猛虎。若此时开战，一旦城破，开封府内300万百姓恐将成为金人泄愤屠杀的工具。倘若议和，尚有一线生机。对，臣附议，陛下投了吧！不可，陛下此时万万不可议和，以完颜宗翰贪得无厌的性度，之前我们打赢了，尚且索要割让3镇，金银1000万。似他这般贪得无厌之人，若是此时议和，只怕他更加会漫天要价，只怕是把整个大宋都赔给他，也不会满足。难道不议和，完颜宗翰就不打了，他们就会退兵吗？你们少给老子危言耸听，议和赔款你们给得起吗？打还有一线生机，不打就是任人宰割。别吵了，朕要的办法是主意，不是来看你们骂街。陛下，是战还是和？和不问寄与国师。亚父呢？亚父怎么还没到？莫不是亚父还在生气，不愿意来上朝？陛下莫急，欲年已经过去，许是路上耽搁了些许时间。如今我大宋的危机就在兵源不足，战力不够。国师确有计谋，也有通神之术，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兵源，国师再有本事，也不能颠覆乾坤，让金人瞬间消失殆尽吧？让金人消失殆尽，贫道自然不能。亚父，你可算来了，朕还以为你还在生气不肯上朝呢。亚父，你都不知道，你没来的时候，他们是多欺负寡人啊！陛下莫怪，贫道姗姗来迟，实为寻解救之法去了。哦，解救之法不错，陛下无需议和，贫道自有办法让金人退兵。呵呵，国师说有办法让金人退兵，敢问国师有何办法？国师若能凭空变出一批军队，本官绝口不提议和之事。欲破金人，需用火攻，但火攻需借风势。陛下可在城内建一台，名曰七星坛，高9丈，坐3层，用120人手持旗幡围绕。届时贫道于台上开坛做法，向天借风，只需一夜东南大风，大事可成矣。届时由王宗楚带领7777名6甲神兵出阵退敌，金人必退。愚昧，不信风水术数。若是如此的话，何须这些将士们守城？干脆都放下刀枪回家，什么都等着掐算好了。你这个说法，陛下要能给你好脸色看，我直接绕着开封府裸奔2天半。准奏，孙爱卿即刻安排人手修建七星坛，以供亚父向天借风。还是亚父厉害，妙计定乾坤。亚父真是诸葛在世，算无一策。我大宋得亚父相助，犹如阿斗得卧龙辅助。陛下谬赞了，卧龙3分天下，贫道的度量却远远比不得卧龙先生。贫道一旨，天下尽数归宋，四海无不臣服。贫道若修大道，必许宏愿，辅佐陛下成为天下共主，便是贫道之愿。待天下尽数归宋之日，便是贫道羽化登仙之时。届时还请陛下无需为贫道伤怀。亚父如此待朕，朕汗颜啊！真是我的亲亚父，吓死我了，差点以为皇位不保。真是造孽啊！没想到来了大宋还要做数学题，马德，这小学知识都不够用了，这是要逼我用上中专奥数竞赛的水平啊！入夜，虾仁窝在书房里计算着什么？他现在迫切的要计算出一个合适的方案，能逼迫完颜宗翰的退兵的方案。不愧是我，很好。
接下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完颜宗翰，这次你还不退兵？祖翁，您这么晚还不休息，在看什么呢？现在2月，天气越来越暖，你说有没有可能突然到春寒，天寒地冻，河水结冰呢？应该不能吧？最好还是到一次春寒吧，也不用太长时间，2个日夜就行。若是河水能够结冰，那就更完美了。祖翁，什么？您真是了，真的到春寒了，外面下了一层厚厚的霜，后院的锦鲤石都结冰了。祖翁，您真的太神奇了。昨天说过以后，后半夜就开始骤然降温，现在外面冷的竟然比冬日时还冷啊！结冰了？可不是吗？而且还不薄呢，我站上去都没裂开。快，给我拿衣服，我去看看。天助我也，真是天助我也！我这一生如履薄冰，糕饼，你说我能走到对岸吗？老天爷啊！只要天气持续寒凉，不需要多久，2天，只要给我2天的时间足矣，我便能让完颜宗翰失去退路，不得不退兵。国师不好了，金元集合兵力在北城门开始攻城了，看他们的样子有种不破开封誓不说兵的架势。我爹让我来通知您，询问步兵对策。走，贫道随你去城墙上看看。国师，您怎么亲自过来了？让你小子去问计，怎么还把国师给带到城墙上来了？这上面到处都是流矢，万一伤到国师怎么办？是贫道自己过来，要看一眼局势。叔野相公，现在兵力分布如何？能否应对金人的猛攻？很难啊，我们本来就人手不足，昨夜又突然降温，还有不少士兵都感染了风寒，这一仗打得有点难。兵力不足还是其次，现在主要还是陛下偷袭金营失败的事情影响太大，将士们多少都有点厌战的情绪，士气低落。叔野相公，尽管告诉他们，此战是与完颜宗翰的最后一战，至多5日，贫道必让完颜宗翰退兵。只要诸位坚持住这最后几日，贫道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贫道会让所有对大宋忠心的将士们都得到应有的奖赏。本将代替大宋千万将士们谢过国师。叔野相公不必如此，守护大宋贫道与诸位皆有责任。叔野相公，调兵过来吧。金人此次一定会咬死北城门，他们这是采取车轮战，先让宋人和辽人来打消耗，只会让女真人过来撕口子。我们的将士们也要适当调整轮换，其他城门只留下最少兵力即可。叔野相公放心，而今天公作美，不论金人攻势多猛烈，只要到了半夜，贫道保管他们立即退走。张叔夜本来就对虾仁的话就深信不疑，现在听到虾仁这么一说，更加放心了。听到了吗？国师说天公奏美，半夜就会退兵啊？啥？国师说跟天帝里应外合，半夜让金人退兵。国师说今晚他要登基。很快，虾仁的话被周围听到的小兵以五花八门的各式版本在城墙上炸裂传开。虎柱七星坛，剑戟通天力，按住28宿，立起七星之法，风声起翻动。起风了，祖翁是东南风，虎翁真是神了。吃晚饭的时候就说今夜刮起东南风，明日金人无影踪。现在什么时辰了？马上亥时1刻。好，出发。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办事国师还不放心吗？全是按照您的要求特制的孔明灯，东西也都按照您要求的尺寸放好了，只等您一声令下，这些孔明灯会立即带着惊喜上天。虾仁瞥了孙父一眼，他办事虾仁是真不放心，所以亲自上前查验一下，做了最后确认。不是他过度小心，只是此事重大。而今天时地利人和战景，今晚是唯一合适的机会。若是今夜出错，别说虾仁，只怕整个北宋都没有重新再来的机会。虾仁仔细地观察着红毛的飞行轨迹以及飞行速度，他在手中拼命地掐算数学题。这次玄学可不太管用，必须要上数学运算。虾仁知道自己算什么，但其他人并不知道。国师这是在做法吧？国师这肯定是在做法，简直是祖坟冒青烟了！竟然能有机会如此近距离的看到国师做法，这回去不得记录到族谱中啊！第一队准备点火。敌军即将破城，国师却带着皇帝出门，并带走了城内全部兵马，就为了一起点孔明灯。守城将士见此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如同打了鸡血一样士气高涨，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唯一获胜的机会。国师说了，这是最后一战，兄弟们相信国师，只要我们熬过今夜，金人必退。2月初3到春寒，天气变得十分寒冷，但城墙上的激战却已然十分火热。金兵多番人马车轮战攻城，
可宋军连补充补给的时间都没有，只有2拨人轮换。吴下班，吴下班，你怎么样了？快起来，坚持住！我不行了，冉妹，我撑不住了。等，你看天上那是什么？老子不知道那是什么，你撑住，回头咱们一起去看看那是什么东西。好。我不行了，我老婆儿子都交给你了，如果是儿子，都给他叫保送。你记住，叫保送。吴下班。狗日的金贼，老子跟你们拼了！城墙上不断上演无数将士至死都在想着保卫大宋的方法。这些将士没有死在边疆，都死在了保卫大宋都城的这场战争中。无数力竭的将士全靠着一股相信国师，这是最后一战，今夜金人必退的信念，强撑着身体，机械一般的和金人决战。这场战斗何只能用血腥或者残酷来形容。元帅，快看那是什么？好似是从宋人的都城内飞出来的，上面好像还写着福报。福报？那不是宋人的祈福灯吗？这宋人真是没救了，这个时候竟然还放祈福灯！哈哈哈！宋人是在祈祷我们退兵吗？可惜这次连老天都不帮他们，宋人的福报都飘到我们这里来了。他们那个大宋国师不是能掐会算，神通广大吗？怎么没算算今天的风住不住他们呢？哼！我看那大宋国师的伎俩，多半是黔驴技穷了，竟然开始祈求上天保佑。等等，你刚刚说什么啊？元帅，我没说什么啊，我就说他们大宋国师黔驴技穷啊。不是，前面一句，他们大宋国师的伎俩。不对，这不对劲。那位大宋国师绝不是那么简单的人物，他不可能在这个关键时候做一些没用的功夫。元帅，这是怎么回事？不好，这特么那是福报，这是宋人的震天雷。为了减轻重量，虾人的这批震天雷多数都是很薄的一层铁片，分为上下2层，上面是火苗，下面则是铁。虽然爆炸的威力不足以伤人，但凡落在营帐上或者屋子里，便会迅速燃烧起来。更可怕的是完颜宗翰选地在居高临下的平原处，这里风更大，风助火势，火借风力，迅速在整个金营蔓延。不好，少营，他们这是要烧营。完颜希引快去保护粮草，高庆义立马带人把那些祈福灯给我射下来，不能让他们靠近大营。元帅，除了你的金兵之外，大营没人了。为了攻城，完颜宗翰让那些轮换的士兵就地在开封城外的树林中休息，就是为了节省时间，保存体力。所以眼下金营之中只剩下完颜宗翰的亲兵，可他的亲兵除了自己，谁都无法调动。马德，下人都给老子站住！不要慌，这些震天雷不能伤人，救火，保护粮草。快保护粮草！高庆义，你去前线给我撤回晒射的士兵，让他们在大营外将这些可恶的天灯给射下来。剩下的人跟我去保护粮草。他们粮草本就不多，营帐烧了还能扛一下，倘若粮草有所损失，那他们就真的完蛋了。从之前大宋偷袭的结果来看，完颜宗翰断定大宋不敢再来偷袭，因此他才肆无忌惮把人马都派往前线，给大宋守军营造出强大的压迫感。谁成想，大宋没派人来偷袭，却换了这种防不胜防的送子报方式。元帅不好了，军粮营帐和辎重营帐都被落下的天火给点燃了。什么？那你还过来干什么？快组织人手灭火，抢救军粮去啊！元帅，没水，河水都被冻住了。这几日天太冷了，河水上冻，根本无水可用。虾仁，这也是你算出来的吗？好歹毒的计策！元帅，把人撤回来，先救火吧。不行，军粮被烧，倘若还不攻破开封府，我们都没活路。快看，那是什么？是天火，国师的天火，是国师请的天法降临。兄弟们坚持住，是国师出手了，是国师出手了。什么情况？这是老巢被偷了吗？我大宋国师已请下天法，尔等金贼还不束手就擒，莫非要与天神作对？天法已降，束手就擒。天法已降，束手就擒。天啊，谁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金兵溃败趋势如同瘟疫一般，迅速蔓延发展。敌人非但不投降，还胆敢向我军还击，6甲神兵给贫道压上去！兄弟们冲啊！6甲神兵刀枪不入，斩杀金贼，保卫大宋！快跑！这些人真的刀枪不入，他们是大宋国师请下来的天兵。大宋那位国师出手了，我们的元帅都被杀了。元帅被大宋国师的天火烧死了，快跑啊！我们输了！元帅死了！元帅死了！一时间，金兵之中忽然有人大声的喊着：“完颜宗翰死！”本来还有心抵抗的金人，一听到这话，彻底没了反抗的心思。他们打都不打，直接丢盔弃甲逃跑。当然，这些人自然也是虾人刻意安排。打仗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可惜这个道理完颜宗翰没弄明白。已经冲到了开封府城墙下的金兵，扭头一看，后面的部队已经全乱逃，跑的跑，逃的逃，死的死。马德，我们又不是金人，何苦一定要为金人送死？
完颜宗翰手下的部队成分本来就不是全部都是女真人，其中有辽国的契丹人以及叛变的宋人，错综复杂。这些人顺风仗打得还行，他们迫于女真人的威力，只能闷头往前冲。可一旦逆风，这反噬就上来了。虾人图谋的就是这些契丹人、渤海人和被迫归降的宋人先乱。外面怎么回事？朕怎么听到到处都是喊声？可是金人攻打进来了！陛下大喜，陛下大喜！不是金人攻打进来了，而是金人惨败退兵了。陛下，大宋守住了，大宋守住了！国师用天火和6甲神兵歼灭金兵无数，并且还烧了完颜宗翰的大营。此时金兵已经溃逃四散，十不胜三。果真，千真万确，奴婢岂敢用这种事情来欺骗陛下？陛下，我们守住都成了。哈哈哈，朕不是在做梦，我们真的赢了。亚父呢？亚父何在？你速速去打听，朕要知晓大战的经过。国师还在前线，一时半会应当过不来。哦，对，亚父正事要紧，正事要紧。快，你随便去把李刚或者张叔夜还是谁给朕喊过来一个。站住，给朕更衣，朕要亲自过去。陛下，路都被堵住了，奴婢让人开道。不必了，不要打扰百姓们了，让他们尽情开心吧。我们绕道过去。陛下，绕不了道，现在百姓们全都在大街上庆祝呢，到处都是人，简直就跟过年了似的。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下去走过去。为了庆祝抗金胜利，路上的百姓们都拿出了压箱底的好吃的，大家互相分享喜悦。赵桓路过的时候，都被投喂了不少，硌得牙疼的窝窝头，还有几乎成了残渣的糕点。这些东西对于赵桓来说，说是垃圾都不为过，可此时他却吃得格外开心。还是亚父厉害，他金人强悍有何用啊？朕有亚父就够了，朕有亚父就够了。大宋国师天下无敌，大宋国师天下无敌。高炳，你下去找一些青壮，让他们过来帮忙收拾一下。另外拿我令牌去找夏孙富，让他抽调禁军过来换防，再把城中各处的大夫集中过来抢救伤者。好嘞，祖翁。国师，陛下来了，请您过去叙话。对了，李相公和张相公呢？陛下也有话要询问。我刚刚看到李相公已经累倒了，臧将军也全身多处负伤，想必已经被抬下去医治去了吧？战后事情繁多，还是不要劳烦张相公和李相公了，带贫道过去吧。元帅，您没事吧？先去收拢溃兵，清点一下人马，看看我们还剩下多少人。高庆义，前线怎么回事？怎会溃败如此之快？元帅，那宋人的天火并非是从一处开始，而是到处落下。躲在林中休息的士兵逃出来的不足30%，只有密林外面的辽兵营和宋兵营幸免。高庆义越说声音越小，若非情况紧急，他此时真不想当这个出头鸟。因为躲在密林中休息的军队，大多数都是女真人，那些女真人从来就不拿正眼看辽人和宋人的降军。密林中有落叶堆积，休息起来自然要比躺在硬邦邦的黄土地上舒服得多。只是女真人争取到的好地方，最终真成了好地方。我抵达城下的时候，攻城士兵因后方变过，乱了机心，已无心恋战。此时不知道又从哪冒出一批身披奇怪重甲的宋人，他们自称是大宋国师训练出来的天兵，个个刀枪不入，不惧生死，任凭我们的士兵怎么砍，都毫发无伤。随后阵中就传出了完颜元帅阵亡的消息，我军这才彻底溃败，四散而逃。可恶的虾人，打个仗不是放火就是造谣，还特么请天兵，着实可恨。元帅，我们这几日不计代价的攻城，本就损失惨重，加上如今这一战，怕是人手已经不足30%。粮草，属下刚刚清点了一下，至多只能支撑3天，不行了，咱们赶紧跑吧。元帅，还请早做决断，若是迟了，只怕又要落入那位大宋国师的算计之中。代宋国师，代宋国师。元帅，快请军医。本帅没事，本帅的命硬得很，本帅绝对不会输得这么惨烈。本帅还有机会，去把宋人的那几个人质给本帅押过来。报，元帅，人呢？人不见了。什么不见了？什么不见了？你给本帅说清楚。宋人的那位亲王和官员都不见了。方才营帐失火，所有人都去救火了，只留下一个人看着他们，结果他们打死了那个守卫，趁乱消失了。这会怕是已经逃出营帐。几声战喊，何剩下人，撤兵！亚父，你来了。陛下，气色红润，额有红光弥漫，看来贫道传授的8部金刚功应当是已经入门了。多亏亚父传我仙术，如今我这身体感觉越发轻快。昨晚我还连吃了3条毛绒鱼。对了，亚父，如今完颜宗翰已经败退，我大宋上下军心振奋，那金人久攻太原不利，如今又独木难支，想必等到完颜宗翰溃败的消息传过去后，太原之围应当自会迎刃而解吧。
陛下，太原与我大宋之众如同封敌之门，一旦太原被攻破，后续金人便可两路夹击开封府，届时便是贫道也无力回天。贫道以为，为了避免太原落入金贼之手，应当尽快派遣救援军队。那么依亚父之见，何人可带兵救援太原？姚古应当已经率领秦王大军靠近河北地界，陛下可让他转道，先去驰援太原。种师中率领的秦王军队，明日亦可抵达开封。如今开封府的粮食储备不多，他们急行军而来，所带粮食应该也不多。大军消耗的粮草并不在少数。贫道以为，若是让种师中过来开封府休整大军，未免有点白白浪费粮草，不如也直接让他们前往太原。此事就依亚父所言，便让他们就近去驰援太原吧。陛下，贫道来之前推算了一下，此二人的生辰与太原地势有利。太原地带五行属土，这二人一为火旺，一为带土。火旺者可生土，土旺者可镇太原之地势。若是他们过去，必定能更添几分稳妥。这二人是谁？李刚和种师道。而且我观陛下与此二人五行不合，留在京都只会惹陛下生气，不如让他们去前线吧。对，这两老登先前朝堂上竟让我难堪，都不肯替朕背锅。既如此，那便让他们过去吧。反正如今开封府也没什么用得着他们的地方，还得是亚父。除了亚父，从来没人这么关心过朕。正想着金人退兵后就罢免了李刚，重师道二人，现在送太原去也好，就让时间冲淡一切吧。金人势如猛虎，意欲吞并整个大宋，而北宋最后的军神却不得重用，反被皇帝软禁在深宫之中。圣上啊，你怎么忠奸不分？大宋啊，你怎么这么多的奸臣呐？崇老将军，崇老将军，国师，是我来接老将军出宫了。出宫？我能出宫了？陛下放我出宫了吗？是陛下亲口要放我出宫的吗？是陛下亲口放你出去的，并且陛下还下圣旨，加封你为检校太师，晋封太尉，换节镇陶军，担任河北、河东宣抚使，命你屯兵华州，助力防线，并且策应援兵，共救太原。那朕国师不是在安慰老夫吧？陛下还能放我出去，并且还让我带兵？是真的。贫道来之前听陛下亲口说的，稍后圣旨便会送到老将军手中。老将军有什么话，等回头再说吧。我们先出宫。好。老将军不知对于太原战局有何看法？你真人虽勇，但不善兵法。完颜宗翰和完颜宗望皆是孤军深入，此乃兵家大忌。若是咱们官家放心，老夫自有击溃他们的把握。而今我众敌寡，只要分兵结营，得守要地，封锁金人的补给粮道，完颜宗望自可击破。只可惜官家给老夫封了职，却不给一兵一卒，憋屈啊，太憋屈了。明明能打，明明可以打赢，结果只能自负双手，眼睁睁看着人家跳到自己家里来欺负自己。老将军不要动气，贫道已经说服陛下，让姚古和种师中将军率领秦王军队赶往太原支援。兵源的事还有时间，况且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虾人把重师道送回去的时候，朝堂上的任命诏书也正好下来。这道诏书很有大宋风格，抛头颅洒热血卖命的有功之臣，讲了钱罢了权，明升暗降了好几个。议和的软蛋派反倒是有不少升了职。值得一提的是，虾人被封了道玄郡公，加封江南西道节度使，赐紫罗宽山，嘟嘟囔囔的说了一大串，结果全都是虚职。高秉，走吧，回天师府睡觉。别跟老子说有的没的，你要是没钱就给老子滚出去！我会凑钱的，你宽限我2天，我娘病重经不起折腾。高秉，前面怎么回事？祖翁，前面好像有人吵架，路被堵着了。我说了我不会差你的钱，我在这里租住了2年，何曾亏欠过你1两银钱？而今不过是因为我娘病重，我的钱用来买药了，等过几日我一定把钱补上。这个人的声音极为响亮，听得虾人心头一震。虾人知道相术之中有一门学问叫做相声，这个相声可不是德云社讲的那种相声，而是相术中的一种。众所周知，五官看相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命运前程，同样声音也可以用相术来看。光是听这个声音，虾人就觉得这人非同一般。这声音如同闷雷，浑厚而响亮，清澈而厚重。如果非要说有谁可比，虾人觉得大概也就只有完颜宗翰能媲美。虾人被人群堵在后面，看不到前面争吵的2个人什么样子，但是光听这个声音，虾人脑海就浮现了对方的立体形象，8成是个和高秉差不多强壮的大汉。过几日，前天我找你的时候，你就说宽限2日，今天又要宽限2日，到时候你要是跑了怎么办？再说了，你老娘病重，我家就不用吃饭了吗？不行，别跟老子耍心眼。今日你若是拿不出银钱，便从我家搬出去。我乃是禁军殿前司都指挥使京城，你可以去殿前司打听打听，我绝对不会跑。
金超这个名字听着有些熟悉啊！我呸！开店前是只会死，当官的连200文的房钱都没有，说了谁信？快滚！瞧你娘有气进没气出的样子，万一死在我房子里面怎么办？快滚快滚！你说什么？哎呦，打人了打人了！大家快来看啦！禁军打人了，光天化日的，这还有王法没有？你欠钱不给，还有理了？我打你又如何？你敢咒我老娘？住手！啊，是国师，国师来了，大家快让一让，都别堵走国师。哦，哎呦，国师您来了，您可要为草民做主啊！国师，您看见了吧？您看见了吧？这位禁军大爷要打死人啦！他欠我房费不给，我来找了他几次，都被他搪塞过去。没想到今日里，他竟然还要打我！你咒骂我娘？王二虎，你少说2句吧。他欠你钱不对，可是你诅咒人家老娘也不对啊。没错，一件事归一件事，你要钱归要钱，咒人家老娘干什么？你们懂个屁！他不容易，难道我就容易了吗？你们光会长个嘴瞎巴巴，有本事你们替他给了啊！我是说他娘了，你们看看他娘都病多久了，眼看人都要不行了，他花再多的钱买再贵的药有什么用？连房费都给不起，还不如直接死了算了。你给老子住口！我娘会好的，我娘会好的。住手！国师面前安敢放肆！他诅咒我娘，你给我让开！今天我不揍他，我就不配当人子。看见了吧，大家伙都看见了吧？他还要对国师动手呢！国师，您可一定要严惩他啊！你说他欠你房费，所欠多少？200文，他欠了大半个月了。糕饼，给他200文。国师，哎呦呦，这怎么好意思呢？国师这怎么好意思要国师的钱？他的房费频道替他给你了，现在说说你咒骂人家的亲娘该怎么算吧？国师，那也不赖我啊！要不是他一直拖欠房钱，我不会急得口不择言。国师，您是不知道。房钱给了，贫道问你，现在你辱骂人家娘亲的事该如何解决？虾仁说着，余光瞥了金超一眼，他暂时没想起金超是谁，但一看这家伙的体格子，就知道是个有武艺在身的人。如今大宋风雨飘摇，他可不想因为这街头一句咒骂，为大宋逼出一个敌人出来。像金超这种人，他要是真的动了怒火，那可是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今天要是不给他把心气平了，搞不好夜里他就能拿着砖头去给王二胡的脑袋平了。往小了说，虾仁是在救王二胡和金超；往大了说，那是在救大宋。国师竟替这个穷鬼出头了，看来一走了之是不太可能了。万一触怒国师神威，那就完犊子了。兄弟，对不住了，老哥，我刚才被死糊了嘴巴，你就当我在放屁，令堂一定会好起来。兄弟，你要是觉得不解气，你就朝着身上来几下，没事，我能扛得住。这，散了，你走吧。国师，好。他本该是一个战场上所向披靡的万人敌，却因为不能吟诗作赋，只能在宋朝当一个毫无地位的士族小兵，沦落到差点被包租公赶出家门的境地。卑职金超参见国师，今天这200文钱就当金超借国师的，等发了俸禄，一定如数奉还。无妨，领路啊！领路去哪？你娘不是病了吗？贫道略通岐黄之术，带贫道去看看吧。啊，真的？国师愿意出手救我娘亲？上天有好生之德，贫道既然遇见，那便是有此缘分，岂能袖手旁观？多谢国师，这边走。虾仁自穿越以来就没闲着，为了防止神棍身份穿帮，背地里他一直在恶补道门玄术，尤其是主攻相术，并且小有心得。金超的这个脸就很符合忠肝义胆的面相，不过却带着几分固执，属于愚忠愚孝之相。因此虾仁起了爱才之心，想要把金超收为己用，这才提出要去看看他娘亲的病情。国师请呀，金大哥回来了。伯母刚喝完药，已经睡着了。有老彩薇姑娘照顾了。金大哥说的这是哪里话？平日里你也没少照顾我们姐妹，前些日子若不是你的庇佑，我们的口粮可都要被那些禁军给抢走了。喽，拿着。这是我和喜娘今天洗脚赚的50文钱，虽然不多，也帮不上你什么大忙，可那王二虎也不是个什么善茬，我想他拿不到房费，定是不会善罢甘休。若是他再来，惊扰了伯母休养便不好了。你先把这些钱给他，也好容他宽限你几日。不用，我怎么能用你的钱呢？你们姐妹卖肉夹馍也不容易，房费的事情已经解决了啊。对了，彩薇姑娘，这位就是咱们的大宋保国神，笔下亲封的大宋国师。房费的事情就是国师为我解决的。国师知道我娘病了，还特意来为我娘看病。国师您请。啊，国师，这就是国师啊，如今大宋最有威望的男人。
来来来，把窗户打开，空气如此不流通，怎么能利于养病？国师是大夫嘱咐的，不让开窗，说是我娘因感染了风寒才导致的病发，不可再受到寒气，所以一直不让开窗户。金大哥，国师是活神仙，他肯定比大夫厉害，我们听国师的。不能受寒，也不是一点风都不能吹。如此环境之下，好人都要憋出病来，更何况你母亲如此虚弱。记住，每日里正午前后可以开上1-2个时辰的窗户，通一通风，也好让外面的阳气进来，驱散屋内的寒阴之气。你刚刚说你在禁军任什么职位来着？回国师，卑职乃是殿前司诸职指挥使。如果贫道没有记错的话，诸职指挥使每月的俸禄有600钱吧？国师没记错，卑职每月俸禄是600钱。那贫道就想不明白了，600钱不够让你娘吃点好的吃到饱吗？国师，不是这样的，不是金大哥不舍得给伯母吃，是自从金兵围城以来，城内粮价一直飞涨，往日里1升米在4到6文钱，后来一路涨到70-80文，甚至有段时间一直在100文钱以上。伯母又突发疾病，每日用药也需要不少的银钱。金大哥已经尽量的让伯母的吃饱了，可是金贼围城的时候，正好是大冬天，粮食吃不起，想挖点野菜也挖不到。国师，我娘的身体如何了？您这么说，难道我娘的病是饿出来的吗？我真该死啊！别太担心，你娘的身体虽然亏虚严重，但还不至于到无法挽救的地步。不过，你娘身体还有些其他女子病症，此道贫道并不擅长。不过不打紧，贫道知晓宫中有位张御医擅长此类病症，乃是其中翘楚高秉。祖汪，怎么了？你速去把张御医请来，就说是贫道请他出手治病。想起来了，我就说金超这名字好耳熟，原来他就北宋灭亡之后，伪齐政权刘裕手下的那个万人敌，在岳飞收复襄阳之前，曾连斩宋军大将27人，勇冠3军。想不到这样的人竟然在宋朝没有被挖掘出来，属实可惜。不过也不能怪，就照宋那个崇文精武的狗巴制度，没点文化水平的武人根本没法出人头地。祖汪，张御医来了。国师，有劳张御医了。其实金母的病明显是长期营养不良、气血亏虚，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所致。虾仁就能治，只是他不能直接治。收拢人心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另一张嘴替自己说出来。虾仁从不觉得自己是个大公无私、不图回报的人。身处乱世，要想好好的活着，他所有的算计付出都必须要得到回报。他给金超解围，救治金超的母亲，不是为了积善成德，而是利益置换。国师无需担心，这位老夫人身体乃是虚亏，导致旧疾发作，只要补好身体，不日便能痊愈。这是药方，请国师过目。虾仁故意多看了几眼药方，倒不是怀疑这个药方有问题，而是为了让站在旁边的金超能够看清。但这上面每一颗药材都极其名贵啊，只怕是把自己卖了也抓不起一副啊。可是没有药，娘亲的病可咋办啊？难不成我最终也和那些禁军一样，去做些为人不耻的勾当吗？这上面的药材正好天师府有，张太医，还劳烦你跟高秉再跑一趟天师府，亲自配一下药。国师放心，下官一定亲自办好此事。国师大恩，不知如何报答。金超只有这条命是自己的，他日若是国师有所差遣，我金超但凭吩咐，若有推辞，天打雷劈。沃里眼，你的伤势如何了？多谢元帅的救命之恩，属下已经基本痊愈。元帅，你不该救我，我真是罪该万死，都是属下害得您落得如此境地。属下，胜败乃兵家常事，此战我军虽失利，但北方仍有我所据，几万兵马尚存，待重整旗鼓，来日再战必胜。完颜楼是没有想到，一觉醒来，他们竟然从开封飙到了河北。他之前因为手臂重伤，一直昏迷不醒，直到今天，完颜楼氏才知道开封发生了什么。他觉得完颜宗翰此次兵败的原因，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若不是他轻信虾仁，也不至于害得完颜宗翰落得如此下场。对了，本帅得到可靠消息，那大宋国师在我军之中安插了奸细，并且此人身居高位，很可能就是我们身边熟悉的人。不过此人隐藏极深，本帅与高庆义暗中调查许久，都没有发现一点踪迹。你心中可有人选？或者你有没有发现谁有不对劲的地方？是我听错了，还是完颜宗翰说错了？我们金人之中怎么会有郭虾仁的内奸？等等，这郭虾仁是我安排到宋人的内奸，也就是因为虾仁才导致的我军溃败。卧槽！
我成虾仁的内奸了。元帅，我要是跟你说，我怀疑自己是郭虾仁的内奸，你会杀了我吗？怎么，你有怀疑的人选？没有，属下并不觉得有谁会是宋人的奸细。罢了，内奸的事暂且不提，咱们商议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办吧。中山府急报，请求支援。河间府急报，请求支援。太原急报，请求支援。靖康初年3月初6，被虾仁击退的完颜宗翰，磨磨蹭蹭走了快小1个月，才走到河北地界。他实在不想狼狈地回到京城，于是决定率领残部军队围攻中山府，企图挽回局面。另一边，完颜宗望在围困太原之时，还奋兵打下文水、西都谷、祁县、太谷、孟县等太原外围州县，并击败了救援太原的宋军地方部队樊回、赤身、高峰部。欺人太甚，欺人太甚！太原简直就是被金军压着打。瞧瞧这些奏折，不是求援就是报丧。难道当真是天不佑我大宋吗？官家，若是老天爷不庇佑我大宋，又怎会派国师这般的陆地神仙下凡辅助您的？奴婢不懂打仗，但奴婢知晓国师神通广大。之前他略施法术，就把完颜宗翰在都城外的10万大军葬身火海，何不让国师过去主持战局？赵桓越听越觉得靠谱。虾仁在都城，他的确很有安全感，可同时他又很有束缚感。尤其是金人退兵后，他冷静下来就觉得各种不对劲。毕竟赵氏祖训就有一条，不得杀害士大夫。可是自他登基以来到现在，都快把那些义和派的文官给杀光了，而且每一次都和国师有关。他觉得自己这种失控的感觉很不好，但他又不知道哪里不对劲。而如今太原危机，赵桓觉得让虾仁离开都城，去太原一阵子也好，一来可以解决太原之危，二来他也好整顿一下朝堂。有道理，你倒是提醒了朕，国师一人可比100万雄兵。你去，让人宣国师过来。不，是请亚父过来一趟。国师请，官家正在里面候着呢。太妙，半月不见，赵桓这是玩哪一出啊？亚父，朕的命苦啊！金兵围城，父皇遁走，硬是把这破碎的大宋江山交到了朕的手中，朕连拒绝机会都没有。幸得上天垂怜，朕有亚父相助，为朕驱除金贼，保朕和都城无虞。如今都城危机解除，可在太原为祸的金贼却又接连拿下数座城池，朕眼睁睁看着他们祸乱大宋江山，屠戮朕的子民，却无能为力。朕这心里好像针扎一样的疼啊！好家伙，搁着考研呢，这是想要我去太原啊？哼，想让我去太原容易，但想让我再回来的话，陛下无需难受，有贫道在，断不会让陛下陷入困境。请陛下准贫道前往太原，为陛下保大宋江山。赵桓想要虾仁离开，他好对朝堂大洗牌，消除一些虾仁的影响力。但虾仁又何尝不想挣开束缚，放开手脚办自己的事？亚父，由你去太原，朕自然是放心，只是这未免太过辛苦。而且若是亚父不在京都，我这心中如何能够安稳？陛下，臣本不依，躬耕于大明湖畔，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陛下不以臣卑鄙，兹臣以当世之事，受命于危难之间，由是感激。虾如不能北上驱除鞑虏，以报陛下知遇之恩，虽生犹不如死。好，既然亚父执意出兵，朕就依亚父之意。传旨，封亚父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太原河东军节度使，加封太傅，全权主持太原、河北与金兵作战事宜。亚父，此去河北路途艰险，你这一走，朕不知何日才能见面。朝堂之中又多有空缺，你心中可有人选？现在开封没有了危机，试探我是吧？就你们老赵家那祖传的疑心病，我要说有，你会用吗？陛下，贫道乃是世外之人，朝堂之事不便参与其中，一切决断由陛下圣裁，贫道并无异议。朕这亚父除了对朕真心之外，就是太善，太过单纯，根本不知道朝中有自己人脉的重要性。这朝中官员都已经被他得罪了个遍，这要是去了河北，没个人为他说话，这可如何是好？亚父，你须知出了京都以后，朕不在你身边，很多事情都无法及时帮你，你只能靠自己。河东、河北两路情况危急，亚父若是无权，那帮缠华之人岂会轻易听从亚父吩咐？此金牌如朕亲临，有了这金牌才能更方便行事。朕赐亚父先斩后奏之权，任何官员可以不问朝廷，自行斟酌裁撤。3品以下官员无需奏报，亚父有生杀予夺之权。赵桓大方的让虾仁差点以为他是被附体，任何官员都可以裁撤更换，这权力给的，虾仁都不敢相信这是赵桓。本来虾仁就有尚方宝剑在手，如今再加上御赐金牌，以及河北兵马大元帅、河东军节度使，相当于虾仁在河东、河北两地毫无制衡，甚至他若是有点野心，都能直接在这两地划地自立。
不可不可，陛下此等权力太过于大，贫道本就乡野不依，若是收下金牌，倘若被朝堂那些官员知道了，难免又是一番唇枪舌剑，贫道多费点心就是，岂能因此给了那帮人借口来攻讦陛下？赵桓本来拿出这个金牌的时候，心中还有些担忧，只是想测试一下虾仁并不是多想给，但此时一听虾仁这话，顿时就来了脾气，直接把金牌塞到了虾仁手中。我看谁敢！亚父尽管收下金牌，朝中若是有人胆敢以此污蔑亚父，离间我们勤奋，朕必诛其满门。亚父无需担心那些小人之言，朕难道还能信不过亚父你吗？朕是皇帝，还能让那帮文臣反了天，欺压到自己头上？河东路眼看都要被金贼打没了，朝廷中这帮人不想着如何退敌，就知道为难真心为朕效忠的亚父，简直可恶至极。朕就是要把金牌给亚父，朕倒要看看有哪个不开眼的敢跳出来乱讲。陛下无需担心贫道，无论多么艰难，贫道都会为陛下保全江山，绝不允许任何人觊觎陛下的疆土。但这金牌事关重大，还请陛下收回去吧。常言道，皇帝不差恶兵，亚父为朕分忧，身陷险地，我又岂能吝啬？你切莫推辞，那就有劳陛下安排了，贫道这就回去准备。赵桓给了虾仁3天时间准备，为了护虾仁安全，赵桓还从殿前司中抽调了3000禁军充当虾仁的亲兵。除了禁军之外，虾仁还能从京中调走他的7777个6甲神兵，合计下来也差不多1万人了。传令，出兵北伐。